穿越后竟然夺舍了万古神帝，可悲剧的是这具身体已经腐朽，用不了多久就会魂飞魄散。突然你脑海中闪出一段陌生记忆，这具身躯赫然是威震诸天的神霄谷地，只因晚年害怕面对死亡，不仅甘愿自斩一刀自封于仙园之中，还堕落到与昔日的敌人为伍，成为黑暗动乱的发起者之一，妄图以天下苍生的气血为自己续命。可这终究不是真正的大道，想要不死不灭，真正的长生不老，甚至是正道成仙，只靠这种手段根本行不通。你沉思片刻，忽然想起了什么，这天中有一种名为不死物质的能量，这个世界与其高度相似，那这种物质也必然存在。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条类似的成仙路，仙路之上必然存有微量的不死物质，足以让你逆天改命，重活一世。可你当前的黄道肉身生机太过稀薄，估计还没走到仙路就直接挂了。随后你的眸光一瞥，深渊那头竟然浮着一块巨大仙源，而里面正封存着另一名黄道至尊苍雷妖皇。在上一次黑暗动乱中，苍雷妖皇不仅血屠无数苍生，还接连吞噬掉好几尊准帝，体内生机不仅充足，而且特别旺盛。本着死道有不死贫道的宗旨，你直接下定决心将他吞噬，这样不仅没有任何负罪感，反而还为天下苍生除去了一大祸患。打定主意后，你直接破开仙源而出，毫无保留的极尽升华，刹那间浑身气势如虹，恐怖无边，强大到了足以将天地间的一切都踩在脚下。骇人的黄道地威弥漫，直冲天际，一尊完整的古皇大帝重现世间。正当你打算轰杀苍雷妖皇时，虚空突然一颤，一座光芒万丈的小塔横空飞来，释放出一股浩瀚神威，将断天藏地尽数笼罩其中。然而小塔并没有要落下来的意思，只是将此地与外界隔绝了开来。你知道这是当时大帝的帝兵，不过你并不担心什么，对方根本没有动手的打算，只是一心想要庇护苍生，以此隔绝此战对外界的影响。你冷冽地看向被你惊醒一脸懵逼的苍雷妖皇，抬手间一把煞气冲霄的金色战矛凭空出现，这是你成帝后亲手打造的黄道帝兵，手中战矛猛地刺出，虚空炸裂，径直洞穿了不远处的仙源。苍雷妖皇当场就被杀伐战矛贯穿身躯，然而你的一击之威并没能将苍雷妖皇直接击杀，一击不成立刻就闪身冲杀过去，以极尽升华的绝对力量再度挥动手中金灿灿的杀伐战矛，霸道无比的压制着苍雷妖皇打。神霄谷地，你究竟是何意？为何要对本皇出手？苍雷妖皇声如雷霆，仰天怒吼，他实在想不通，相伴数十万年之久的神霄谷地为何会突然发疯发狂？苍雷妖皇不是没想过反抗，只是被你压制的实在太狠，根本就不给他任何施展的机会。苍雷，借你至尊生机助本帝破而后立。此时你猛地将战矛朝苍雷妖皇投掷而去，苍雷妖皇的身躯直接炸裂开来，如此巨大的动静自然是惊动了其他禁区至尊，一道道神识从四面八方探来，想要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没有一个出手，全都在冷眼旁观。神霄谷地这是发的什么疯？怎么突然间要杀苍雷妖皇？他这是不要命了吗？不管神霄打的什么主意，我等继续观望即可。那位出手了，几千年过去，实力越发强悍，一座小塔就隔绝天地，当真好手段。至尊们惜命如金，若非必要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提前出世，所以尽皆冷眼观望，既不参和也不制止。他们还饶有兴趣，想要看一看你举止为何反常。此刻东周巍峨天山还有一名强者，同样很不解的眉头微蹙，仔细一看，赫然便是当今在世大帝，镇压六合八荒，庇佑着芸芸众生，曾以一己之力平定另一个禁区至尊发动的黑暗动乱，杀出来了一片朗朗乾坤，世人皆称其为西瑶女帝。当时你破开仙源出世，至尊之威冲霄而起，并迅速弥漫开来。他这尊完整无缺的大帝，第一时间便已察觉，本以为你是打算走出禁区，要发动一场黑暗动乱，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你这个手上沾满生灵血，名为神霄的古代至尊，居然将目标对准了同为至尊的苍雷妖皇，这就很意外。不过他的反应也不慢，立即就动用自身完整无缺的大帝之力，抛出一座流光闪烁的小塔过去，有效地遏制住了至尊之力的无序扩散，否则遭殃的可就不只是断天藏地，而是整颗太仓古星。可纵使有小塔镇压，恐怖的黄道之力仍然让人感到无穷压力。此时苍雷妖皇还在苦苦支撑，摇身一变幻化出本体来，一只体型极其庞大，类似于狼的妖兽，一道恐怖的神雷迅速划破长空直击你。这是苍雷妖皇的一种先天宝术，只见你抬手间就打出一道拳印来，轻易崩灭了那道威力无穷的神雷。同一时间，战矛瞬间杀出，直接就洞穿了苍雷妖皇的眉心。苍雷妖皇的庞大本体终究还是奄奄一息的倒了下去。没想到一代妖皇竟然如此憋屈死去，你当场震碎苍雷妖皇的身体，顷刻间就将其磅礴生机吞噬殆尽。随后你近乎枯涸的黄道肉身，在一股庞大的至尊生机下得到了滋润，直接迸发出震天撼地的气势。该动身了。说罢，你手中战矛撞开小塔，直接冲出禁区。一名古代至尊走出了禁区，一瞬间，天地间无数强者全都在这一刻大惊失色，神情骤变。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认为你主动杀出禁区，必然是打算发动一场黑暗动乱，要血屠宇宙之中的生灵。有好戏看了极尽升华的神霄，也不知与那尊在世女帝孰强孰弱，让他们打最好是两败俱伤，这样我等亦可趁机出世。你们太高看神霄了，还两败俱伤，莫不是忘了这尊女帝可不是一名普通大帝，她太过强势了。几千年前杀出禁区的3名古代至尊，可全都死在了她的手中。此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从山巅传下，并不是特别响亮，但却蕴含一股神威，传遍了整个太仓古星。本帝在，众生无忧。只见其身影一闪，瞬间就从原地消失不见。你穿越后夺舍了传说仙帝，可悲剧的是这具身体已经腐朽，用不了多久就会魂飞魄散。本着死道有不死贫道的宗旨，你直接吞噬了同为至尊的苍雷妖皇。极尽升华的你直接冲出禁区，天地间无数强者全都心惊胆战，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认为你主动杀出禁区，必然是打算发动一场黑暗动乱，要血屠宇宙之中的生灵。突然蕴含着一股神威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太仓古星。本帝在，众生无忧。只见西瑶女帝直接撞碎虚空，瞬间就出现在你眼前，手中的仙塔猛然向你砸来，你浑然不觉，抬起手中的杀伐战矛，狠狠地撞击砸来的小塔。刹那间，一股狂暴大地之力炸开，致使大片虚空开裂，满天星辰都轰隆巨震。此时你双眸中闪烁着一缕缕金光，也
不知在寻思什么。可怕的黄道地威弥漫宇宙之间，惊得万物众生瑟瑟发抖。在鏖战之中，无数星辰被汹涌的余波扫中，当场就湮灭炸开。而后弥漫着浩瀚之威的空间断层突然出现，无数观战强者大惊，纷纷流露出来不可思议的神情。谁也没想到这场地战会恐怖到这种程度，竟打出来一片诡异空间，而且那片空间断层让人倍感惊悚，一眼望穿进去，根本就看不到尽头。一路上电闪雷鸣，不仅弥漫着惊世骇俗的力量，更有恐怖的飞仙之力，至今都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黄道威压，蕴含着可怕杀机。仙路，这是传说中的成仙路，举世哗然。一场地战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居然将成仙路给强行打开了。天地间的强者皆是感到不可思议，就连禁区至尊也都一愣。那片星域自古就有飞仙之地的传闻，相传在无尽岁月前，一尊实力强绝的古皇，机缘巧合下在那打穿了成仙路。可纵然那尊古皇全力一搏，却仍然重伤归来，晚年黯然收场。后世崛起的大帝再去尝试，也是非死即伤。借到此路根本成不了仙。望着被强行打开的仙路，你哈哈大笑，向女帝道谢。在女帝还没回过神之前，迅速化作一道流光，手持杀伐战矛，孤身一人一枪，头也不回地冲入那片空点断层内，闯进了那片号称埋骨地的死亡仙路上。无数人都认为你绝对是疯了，此举无疑是病急乱投医，在自寻死路。西瑶女帝知道自己被算计了，心里恨得牙痒痒。但另一方面，你杀进仙路，没有屠戮苍生，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在她看来，你始终是一名禁区至尊，手上沾满无数生灵血，黑暗的代名词。西瑶女帝冰冷的目光隔着无垠星空扫视向各大禁区，在与诸多古代至尊争锋对视，这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威胁。而面对如此强势的女帝，各大禁区中的至尊只能选择沉默，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西瑶女帝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你为何如此反常。西瑶女帝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你为何如此反常。随后化作一道流光破碎虚空离开。与此同时，那条号称埋骨之地的断绝仙路上，你伤痕累累，一脸郁闷。只因刚进入这条必死之路，你便遭受到了重创，不小心被一道神雷砸中，形体当场炸开，差点死于非命。若非至尊生命顽强，没有死透就能重塑身躯，你早就魂飞魄散了。难怪这条仙路被称之为死路。你先后祭出杀伐战矛和妖皇剑，以此抵抗仙路上的狂暴之力。随后开始在仙路上修炼，疯狂吸收能量来探寻不死物质。这种几乎无人知晓的神秘物质，不仅十分稀少，而且还很分散。纵使在仙路上也残存不多。突然一小丝能量物质融入进你自身的血肉后，居然成功激发出一小片细胞的活性，使其焕然新生，充满活力。你知道这次赌对了，这个世界与遮天类似，不仅有成仙路，同样也存有不死物质。你从驳杂的能量之中区分出不死物质，并牢记这种能量物质的特性后，果断抛弃杂念，专心一意地凝聚起这种能量来。但同一时刻，肆无忌惮的庞大吸力同样也招来了狂暴的神雷，以及大量无序飘洒的飞仙之光。一道道毁灭性神雷，以及一片片惊人的飞仙之光，轰得你整个人都摇摇欲坠。头顶上方的杀伐战矛，还有那把妖皇剑也因此而哀鸣不断。你决然盘膝于埋骨仙路上，浑身绽放无尽光芒，犹如泰山般巍然不动。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当妖皇剑再也承受不住，原地炸成碎块四散后，你身上传出的磅礴吸力忽地戛然而止，满天轰下的神雷和飞仙之光，声势也由此变小，直至恢复正常。不死物质凝练完成，你的身体瞬间焕发磅礴生机，气势磅礴，震动了整条埋骨仙路。杀伐战矛在神雷和飞仙之光淬炼下，犹如黄金浇铸而成，通体更是泛着朦胧仙辉，不仅布满玄妙雷纹，还有一缕缕惊人的仙光绽放出来，周边虚空都好似承载不住战矛之身，在无声的扭曲撕裂，仿佛一把超脱世外的无上仙气。你脸上闪过一抹喜色，浑身至尊之威汹涌澎湃，立刻迫不及待地凝聚全身之力，挥动起手中的杀伐战矛。刹那间，一道毁灭神雷迸发，虚空当场就炸裂开来。也就在这时，西瑶女帝抬头望向天穹，直接将视线放在了你所在的那片星域。埋骨仙路所在星空当场破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缝，只见你身披银质软甲，手持金色战矛，跨步走出。这一刻举世震动，所有至尊都震惊得目瞪口呆。前一刻还站在浮空岛的女帝，下一刻直接撞碎虚空而来。望着从仙路中冲出来的伟岸身影，西瑶神情淡漠，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活下来了。你穿越后夺舍了传说仙帝，可悲剧的是这具身体已经腐朽，用不了多久就会魂飞魄散。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宗旨，你直接吞噬了同为至尊的苍雷妖皇，极尽升华之后悍然冲出禁区。当时女帝为阻止你屠戮苍生，不惜在星空中与你爆发地战，狂暴的大地之力直接打通了仙路，你则趁机冲入仙路凝聚不死物质，破败的身体重新焕发磅礴生机。逆活一世后，你手持杀伐战矛，以无敌之姿踏破虚空归来。禁区中的古代至尊们目瞪口呆，正用着一双双难以置信的眸光紧紧盯着你那刚从仙路中冲出来的伟岸身影。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活下来了。西瑶女帝在你回归的第一时间现身，我能活着归来，说起来也有你一份功劳。你静静地看着西瑶女帝，忽然莞尔一笑，她在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几百年前你大笑着头也不回转身冲入埋骨仙路的画面，当时可把她气得咬牙切齿。大战一触即发，但终究是没有打起来。正当你们二人准备交手之时，3名古代至尊一起迈出禁区，寰宇皆惊，举世哗然。所有见证到这一幕的强者全都被吓得肝胆欲裂。3大至尊再加上重回巅峰的你，足可乱天动地，血屠万里。虽然西瑶女帝极其强大，正道成帝后曾亲手镇杀过2名发动黑暗动乱的至尊，然而若是此时4大至尊一起出手，即便西瑶女帝再怎么强大，也是双拳难抵4手，难免让看到这一幕的人感到大祸临头。然而就在无数人以为女帝要独占4大至尊时，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们一愣。神霄，你是如何活出另一世？3大至尊冲过来，竟直接无视掉了西瑶女帝，一上来就威逼你说出重活一世的秘密。身为自斩一刀的至尊，想要活出新一世实在是太难了，自古至今也就只有你一人成功。他们迫切希望从你这寻求突破，想知道你们大可自己杀入埋骨仙路，你找死！3位至尊大怒，想先把你
你镇压后再慢慢逼问。三股恐怖滔天的气势震动无垠星空，那个老迈的至尊最先出手，抬手就照出一枚流光闪烁的大印，直接抛出向你狠狠砸来。面对这阵杀来的遮天大印，你浑然无惧，杀伐战矛瞬息而出，只见耀眼的雷光一闪，大印竟直接被战矛洞穿。这一幕让老迈至尊面色大骇，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地兵居然会这么脆弱。老家伙，你究竟行不行？这点本事也敢出来大言不惭？你毫不犹豫地打击老迈至尊，而后凝聚一身力量，握住战矛的手一挥，当即将矛尖上的大印给砸了回去。大印横空，狠狠地砸向了他的主人。那老迈至尊被砸得暴退万里，一口老血更是忍不住喷射而出。随后三大至尊一起出手，纷纷祭出各自地兵杀来。你一身白衣银甲，屹立在星空中震慑八方，气吞山河，以一敌三，犹如生化战仙于此间无敌。金光一闪，战矛将一个平湖状的地兵连同其主人一并刺穿，刹那间大片的至尊血挥洒而出。这一画面太过震撼，你以一敌三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接连击退三大至尊，并且重伤一人。西瑶女帝也被震惊得俏脸出神，她并没有掺和进去，毕竟无论是你还是三大至尊，本质上都可以说是她的敌人，你们自相残杀对她来说反而有利。突然星空巨震，万道齐鸣，三大至尊直接极尽升华，无尽虚空更是严重扭曲，让举世强者都心生恐惧，肃杀神霄，一起瓜分他的至尊生机，再夺其逆活一世之法。说罢，老迈至尊手持残破大印率先出手，另外两名至尊没有犹豫，分别祭出一把地剑以及刚刚被战矛洞穿过的平湖状地兵，而你则演化至尊法门生化战仙，战矛猛地轰击在大印之上，本就残破不堪的大印直接破碎，你再度挥动战矛洒落无数仙光，老迈至尊的身体直接炸裂。同一时间，一把寒光闪闪的地剑杀至，你神情无比冷冽，仅仅抬手一抓便强行将地剑掌控，转身迎击平湖地兵，两件地兵狠狠相撞，顿时传出崩裂之声，一道道密纹更是迅速扩散，眼看着就要彻底崩毁。一名极尽升华的至尊杀至，想要将自己的平湖地兵收回去，你当然不会让他得逞，手中地剑脱手砸出，砰的一声与平湖地兵相撞，犹如两道流星一般消失在星空。一念化战仙，这一刻的你，一身白衣银甲出尘绝世，气势无比的恢宏浩大，抬手一招，一道璀璨金光就立即洞穿而去。太虚古皇竭尽全力的抵抗，然而终究是不敌你的强势无匹。在一阵激烈的厮杀后，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寰宇，太虚古皇陨落，血溅万里星空。远空中一道身影飞遁而去，抬眼望去，赫然是那把地剑的主人。你举起手中的杀伐战矛，用力之处，恐怖的力量猛然爆发，化为一道仙光般洞穿星空，迅速追杀向那道远去的身影。一声巨响传来，那名逃走的至尊惨叫一声，形体当场被贯穿炸毁。当一切尘埃落地后，三大至尊尽灭，唯有被视之为目标的你，屹立于星空之中不倒，手持着杀伐战矛，浑身无尽光芒，神威浩瀚，宛若真仙。这一幕不仅震撼到观战者，更是让西瑶女帝以及一众冷眼旁观的禁区至尊大惊。这实在是出乎了所有人预料，只有你自己知道原因。不死物质可不只是让你重活一世，这种能量物质来自于仙域，虽然量少不足以让你长生，但可以无限提升你的实力。借助不死物质逆活9世，可逐渐脱变为红尘仙。此刻你回头对西瑶女帝淡然一笑：“女帝，你还要对本帝出手吗？”你穿越成了能与荒芜开的古天地，不仅吞噬了同为至尊的苍雷妖皇，还与当世女帝爆发地战，狂暴的大地之力助你登临仙路，更是通过不死物质逆活一世，以无敌之姿连斩3位禁区至尊。此刻西瑶女帝见你重回巅峰，也打消了将你镇压的念头，因为她知道你体内生机磅礴，无需血洗宇宙苍生来续命。神霄，你若敢为祸这天下苍生，本帝哪怕纵天一战也要将你震杀。说完就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举世寂静，一场恐怖的大战最终以三大至尊陨落而收场。你以绝对的实力镇压诸天，从此世上无人敢称尊。岁月无情，悠悠千载时光流逝而过，你一直在某处星域闭关修炼，西瑶女帝则坐镇浮空地岛，大势争锋，涌现出无数人杰和天骄。女帝传人青灵已然同辈无敌，然而只是埋头苦修，并不能成就大道。因此这一日，女帝决定让其入室。青灵，你出去后不得向外人提起我是你师尊，你的路你的道都需要你自己去闯。西瑶女帝一脸严肃地告诫青灵，然而话虽这么说，暗中还是打了一道印记在其体内，足以护其性命无忧。青灵一定不负师尊所望，等我成为一名准地级强者，一定抓一群漂亮男人来孝敬你。突然的一句话让女帝有点懵，让她差点忍不住先把爱徒暴揍一顿。青灵入室，星空古路巨震，两道光芒璀璨的身影正在搏命厮杀，他们打得虚空扭曲，群星震动。两人同为大圣，一男一女，无论修为境界还是真实战力，皆有资格问鼎星空古路。男的叫赵天成，天道榜第8，曾修出了日月齐辉的异象，而青衣女子则是排名第10的青灵仙子。两人战至癫狂，纷纷使出本命神通，一瞬间日月齐辉在赵天成身后臣服，将其衬托得宛若一尊神灵。青灵则是不动如山，爆发惊人战意，一道惊艳的仙影顿时从其身后显化，法香手中托着一座熠熠生辉的小塔。青灵将小塔抛飞出去，逆空而上，轻易就击穿了那轮大日明月。看着青灵背后仙影，赵天成惊骇失色，他的脑海瞬间浮现出女帝身影，只是片刻，尸神青灵已然将他斩于剑下，一位人杰就此陨落。围观众人无不唏嘘。此时青灵正打算找个地方疗伤，突然赵天成的尸体中飞出一道符文，幻化出一道光质身影，威压万古，一股准地威压将无数强者镇压。青灵脸色霎时一变，转头就跑。此刻那道虚影幻化成了赵天成的模样，他浑身杀机无限，认准了青灵遁走的方向，直接就横冲直闯的冲了过去。准地之力纵使一丝一缕，也绝非大圣能匹敌。现在青灵也看出来了，赵天成的残魂坚持不了太久时间，那缕准地之力损耗很快，一旦完全耗尽，也就是他死透之时。青灵展开急速仿若流光般遁走，可最终还是被赵天成逼到一处虚空绝境。赵天成抬手一掌就想将他震杀，然而此刻的青灵脸上难掩一抹慌乱，因为他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道更加显眼的身影。只见你一身白衣银甲，双目紧闭，盘膝于璀璨群星之间，却又好似坐落在万道之上，散发着无尽威压。
青灵深知你的可怕，一时间不由生出来一股无力感。而你感知到赵天成的攻击，抬手间就将他镇压在手心，竟敢打扰本地清修，真是该杀！你五指当即一合，那缕准地残魂直接就灰飞烟灭了。晚辈拜谢前辈救命之恩。青灵见此一幕，面色一片煞白，但他的脑瓜子转得相当快，立刻就朝你拜谢。开玩笑，自己面前可是一位真正的至尊，要是真想杀自己，就算西洋女帝来了都不好使。此时你淡淡的看着青灵，眸光中闪烁金芒，在他身上一扫，顿时看出他的来历。小丫头倒是挺机灵，看来西洋女帝把你培养得很好。青灵闻言后神情顿时一僵，他怎么也没料到你居然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你也看出了他心中所想。小丫头，本至尊昔日纵横天地之间无敌一世，以大欺小的事本帝还不屑这么做。青灵听了却是满头的问号，你这糊弄鬼呢？你可是一名禁区至尊，说什么不会以大欺小？难道你忘记了自己血屠过多少次苍生？这话说出来还要脸吗？可还是得借坡下驴。晚辈多谢前辈不杀之恩，这次放过你，不仅是本帝不想以大欺小，更是看在西洋女帝的面子上，暂时还不想和她闹得太僵。你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前辈这是在赶我走吗？青灵多少是觉得有些意外，这尊大恐怖怎么和世人说的不太一样，居然这么轻易的就肯放自己走。不等青灵有所表示，你微微一笑，也不是不可以留下，只要你叛出师门，本帝可以考虑收你为徒，保证比他教得更好。青灵流露出一副前所未有的郑重，晚辈虽不才，但也知道尊师重道，即便杀了我也绝不会背叛师尊。青灵果断回绝，不禁让你更加高看一眼。随后虚空一颤，你直接将他送出了迷失星域。经此一事，你也决定出去走走，如果可以收几个徒弟培养成红尘仙，以后就能一起打入仙域。突然星空深处爆发出一股震天撼地的气息，震惊了无数天骄俊杰，所有人都往那个方向凝望了过去，居然是有人突破准地之境。你重生后夺舍了传说古地，可悲剧的是这具身体已经腐朽，用不了多久就会魂飞魄散。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宗旨，你直接吞噬了同为至尊的苍雷妖皇。极尽升华的你悍然冲出禁区，天地间无数强者都心惊胆战，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认为你主动杀出禁区，必然是打算发动一场黑暗动乱。禁区至尊为求长生，血屠苍生，纵然是准地强者也只能沦为食物。然而所有人都猜错了，就在刚刚，你发现星空中有人在突破准地之境，此人正是天道榜第3的千岩道。只见千岩道身居劫云之下，抬手间就将满天落雷击溃，眼看渡劫就要成功，突然一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能量剑矢径直杀向正在抵御雷劫的千岩道。这一剑逐日追月，全力一击可洞穿大势宇宙。随后无数千岩道的敌人也趁乱加入，想要将他击杀于此。然而千岩道大有一种无敌之姿，一剑便击溃了恐怖的劫云和所有攻击。那些出手之人脸色难看到极点，看到千岩道渡劫成功，头也不回的遁走。然而面对一尊准地想逃过一劫，无异于异想天开。禁锢！一道森冷的声音当即从千岩道口中蹦出，率先逃出去的大圣顿时被定格在了虚空之中，随即一道惊艳的剑芒瞬息而至，直接将其身躯给劈成了2半。众人惊颤，这就是准地吗？居然一言便可禁锢大圣境强者。可惜这一世有西洋女帝威压天地，不可能再出现第2尊大帝，否则千岩道说不定有机会正道成帝。无数见证千岩道度过准地劫的人纷纷惊叹不已，但同时也有惋惜之意。此时的千岩道以为准地杀那些敌人简直不要太轻松，他强势无匹的穿梭于虚空之中，仅片刻时间就已杀得这片星空染血。忽然间星空震荡，2股恐怖绝伦的至尊威压涌现而出，来自各大星域的强者纷纷神色大变。这是至尊之威，2大至尊现身，直接收割众人。恐怖的至尊之威汹涌弥漫四方，让无数修士都感到一阵心寒与绝望。凌天至尊抬手之间捏爆一大片强者，直接聚起血气洪流吞噬殆尽。幽冥至尊的恐怖力量直接震落而下，当场就有无数强者惨遭屠戮。那名准地归本皇，其余生灵任由你吞噬。幽冥至尊的眸光一凝，立即纵身而下去攻击千岩道。千岩道毕竟刚进阶准地，根本不是幽冥至尊的对手。幽冥至尊抬手间打出一片幽冥血海，幻化成一张猩红大手将他身体抓住。千岩道下半身当场就被捏碎，化作一股精纯而又磅礴的生命力，疯狂涌向了幽冥至尊的身体。一个刚进阶为准地，本该威风八面、受到世人膜拜的强大存在，居然正在被至尊蚕食，简直让人绝望。若是给我足够的时间，以我天赋与资质另类正道，届时你又有何惧？千岩道满腔的怒火汹涌澎湃。今日虽死，我也依旧是一尊准地，纵横天地之间，绝不弱于任何人。继我准地之道，燃我准地之身，纵死斩至尊。千岩道身上燃起一团道火，浩瀚的准地之威尽显无疑。一道举世皆惊的剑芒划破虚空，径直的劈向了幽冥至尊。然而幽冥至尊仅一拳直接将长剑轰碎，献祭一身之道燃尽自身又如何？至尊当前，苍生气血，强如准地也休想翻起一朵浪花。正当幽冥至尊正要发出最后一击时，刹那间一股更加磅礴的至尊之威迅速充斥在了这片天地间，震动无垠星空，惊骇此间世人。星空古路上四处逃窜的人感受到第3股弥漫开来的至尊威压，全都充满了一股绝望之意。2大至尊出世为祸，星空古路还不算完，居然又来一尊，这下让他们更加看不到生还的可能。只听一道清冷中带着几分嘲笑的声音十分突兀的传了出来：幽冥只知道欺负小辈算什么本事？幽冥至尊看你出现明显一惊，眼底迅速闪过一丝忌惮之意，由不得他不紧张。当年你从埋骨仙路上归来，以一己之力斩杀3大至尊，所展现出来的强横实力有目共睹。若是真的打起来，光凭他一人还真讨不了什么好处。你来此有何目的？同为古代至尊，幽冥有属于自己的傲气，即便明知你强势
剩一头，他也不会就此轻易低头。只见你笑而不语，像是看待一个猎物一般，肆无忌惮的上下打量。你的目标是本皇，本皇哪里得罪你了？幽冥见此一幕，心中豁然一惊。然而他实在想不通，自己也没得罪过你，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为无辜苍生，为这芸芸众生，斩你何须理由？此刻你一身力量已经凝聚起来，恐怖的至尊威压汹涌澎湃而出，挤满了这片残破的星空。幽冥至尊听了后，神情却很是愤怒，说的这么富丽堂皇，还什么为了这天下苍生？你手上到底沾染了多少生灵血？难道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现在居然说要为了这芸芸众生斩我，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幽冥至尊的怒吼响彻星空古路，甚至传震出去，回荡于宇宙之间，让无数听到此言的生灵满眼不可思议。什么？神霄至尊要庇护天地苍生？大战终究还是爆发了，恐怖的力量震碎无边虚空，让这片本就残破不堪的星空变得更加的满目疮痍。幽冥没有束手就擒，一身至尊之威精耀古今，然而终究是不敌你万一，形体被你打得神魂破碎，含恨而终。幽冥至尊陨落了，他也曾是一名无缺的古皇，一身巅峰战力横扫八荒，也曾庇佑过这宇宙众生。可惜当他自斩一刀，选择成为了一名至尊后，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可走。战斗结束，你看向半残的千言道，这绝对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人才。你思索再三后，将幽冥残留下来的至尊血炼化，送到千言道面前。你很不错，本帝很看好，倘若你愿拜我为师，本帝可以许诺亲自为你护道。你的话让千言道整个人都呆若木鸡，满脸的不可思议。然而此时星空的另一边，凌天至尊的谋划却是出现了意外。正当他打算收割古路上的众多强者时，人群中一道青衣女子身上突然发出极致耀眼的光，赫然是一道西瑶女帝的分身凭空出现。禁区至尊为求长生，血屠苍生，没想到刚一现身就成了你的猎物。就在刚刚，你以雷霆之势灭杀幽冥至尊时，凌天至尊已经将女帝分身斩灭。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你二话不说直接杀了过去。只见你手持杀伐战矛，睥睨天下，展现出来的力量举世皆惊。凌天至尊则脸色一片阴沉，每一次迎击都仿佛承受着无边压力，无奈之下只好极尽升华，拼死一战。此时他浑身上下弥漫黑雾，气势无比磅礴，有惊人的至尊法则闪耀。凌天举起手中的漆黑战矛抛出，恐怖的力量刹那间就将星空贯穿，沿途更是炸毁无数星辰。面对这杀至过来的漆黑战矛，你神情漠然，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一念化战仙，一念之间天地战栗，万道哀鸣，举世臣服。你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凝聚一身力量后举起杀伐战矛，毫不犹豫地砍向凌天至尊的帝兵。伴随着一道金石崩裂之声，无垠星空中扩散出无比恐怖的涟漪。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你手持着杀伐战矛不动如山，于星空中傲然而立。凌天至尊投掷来的战矛早已断为两截，他与幽冥至尊一同杀至星空古路，发动一场黑暗动乱。而西瑶女帝也不知为何不见踪迹，对于他们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半路上却杀出一个你。为了保命，凌天转身就遁入虚空之中，紧接着一股恐怖力量猛然爆发出来，并且伴随着一阵凄厉的惨叫，一大片至尊血喷溅而出。凌天终究还是没能逃过陨落的命运，他没有陨落在你手中，而是被后来出现的西瑶女帝震杀，至此结束了这充满罪恶的一生。而你则顺手捡起凌天至尊的黑毛帝兵，扔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西瑶女帝一身无缺的大地之威遮天蔽日，她在远处注视你许久，配合上她那杀气腾腾的模样，不知道的人见了这一幕，还以为你们在针锋相对，即将要上演新一轮毁天灭地的战斗。然而想象中的一幕没有发生，西瑶女帝并未对你出手，反而眼神还渐渐变得复杂。她实在想不通你究竟想干什么。见女帝不想动手，你径直回到千言道那里。弟子千言道拜见师尊。似乎是感应到了来人，千言道睁眼起身就朝你一拜，无需多礼。对于千言道的反应，你相当满意。从今日起，你就是本帝目前唯一的弟子，而本帝也绝不会亏待你。另一边，星空古路的风波虽然平息，但是并没有持续太久。轰的一声巨响，西瑶女帝手托小塔再次现身在世人眼中。她一身白衣飘扬，眸光清冷，浑身上下气势如虹，完美无缺的大地之威震慑四方，惊彻天地万物。此刻就降临在一片血色的汪洋前，引来十方强者关注。此处乃9大禁区之一的寂灭血海，幽冥和凌天生前就蛰伏在这片禁区中。寂灭血海广阔无际，而此刻海面之上并不平静，像是沸腾了一般，浪涛不止。西瑶、幽冥和凌天出事与我等无关，你没必要来此兴师问罪。在西瑶女帝亲至此地后，波涛急涌的寂灭血海隔了良久，这才传出一道阴沉的声音。这声音之中蕴含着恐怖力量，瞬间就让天地四方肃然一静。恍惚间似有什么大恐怖之物苏醒了过来。所有观望到这一幕的人，哪怕是相隔很远的距离，也不由感到躯体一寒。此时有地镇压。然而古代至尊的威慑力由来已久，深入所有生灵骨髓，就好似待宰的猎物面对高端的猎食者，光是听其音就足够震荡心神，无数生灵止不住的生出恐惧之意。不过当这些畏惧之人凝望到西瑶女帝那巍峨如山般的身影后，心中惧意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心安。他们其实很清楚，西瑶女帝赶至寂灭血海问罪，不仅仅是要维护自己的威严，更是要威慑古代至尊。她还要为星空古路上那些死去之人找回公道，要让至尊们都明白出事作乱的后果。因此这一战从一开始就无法避免。寂灭血海今日将从天地之间除名。西瑶女帝没有和此地至尊废话，冷视着寂灭血海，语气中不带一丝波动。听闻此言，海中至尊震怒，广阔无际的寂灭血海都因此而剧烈一颤。西瑶，你不要太过分了，立威可以，但要扫除我寂灭血海，口气未免太大了，逼急我等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等可不是你以往斩杀的废物，我等纵天一战一同极尽升华，无缺的大敌又如何，必能将你斩杀。一道道恐怖绝伦的声音传出，震动这片血海，卷起一重重的惊天巨浪，画面简直是骇人至极。而这一幕让隔空观望的人瞧见后，纷纷是大吃
吃了一惊。除了已死的幽冥和凌天之外，这寂灭血海之内居然还蛰伏有另外3大古代至尊。仅仅只是一处禁区，前后5大至尊蛰伏。若以此来算，这世上禁区加起来，究竟还存有多少古代至尊？简直是让人感到深深的绝望。没有再多说什么，只见西瑶女帝长袖一挥，直接以行动表明了立场。她一身气势猛然爆发，手中的小塔抛出，空中划出一道极其耀眼的光线来，随即迎风暴涨，化作光芒万丈的巨塔，直接就朝寂灭血海镇压而下。大量鲜血般的海水被蒸发，西瑶女帝仅仅只用一击，顷刻间就让寂灭血海水面下降了3分。这还是3大至尊一同出手抵抗的结果。倘若他们不抵御，整片血海怕是都要在巨塔下被蒸发殆尽。西瑶，你欺人太甚！既然你非要拿我等来树立典型，那我们也无需和你客气了。我等3大至尊被逼出世，必将乱天动地。随后，所有观望者都亲眼目睹到了3道恐怖绝伦的身影，气势磅礴，宛若魔神降世，炸开寂灭血海后快速冲出，而大战也由此爆发。巨塔横空而过，镇压而下，3道身影则手持各自地兵战斗，4道身影快速纵横交错，打得天崩地裂，日月无光。很快就从寂灭血海一路打到了星空深处。3大至尊都是气势汹汹，扬言绝非以往出世被斩的废物。结果在西瑶女帝手中被打得节节败退，一座小塔轻易阻拦下2大至尊。所有望见这一幕的人倍感震撼。另一边单挑西瑶女帝的古代至尊，状况越发的凄惨，单打独斗根本就不是女帝的对手，强横肉身都一次次被打爆，至尊血接连挥洒星空。随后一声不甘的怒吼响彻开来，西瑶女帝气势冲霄，当场就拍碎了这名至尊的头颅。一名强势无比的古代至尊就此陨落，见势不妙，另外2名至尊立即冲破星空，遁向宇宙边荒。然而西瑶女帝显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西瑶女帝抬起手来一推，小塔顿时爆发出无尽神威，当场撞碎虚空，径直向其中一名远遁的至尊镇压而去。同一时刻，西瑶女帝闪现在另一名至尊身前，捏起袖拳就狠狠地砸了过去。西瑶女帝的拳头力大无穷，一拳落下，万道哀鸣，星空震动。那名至尊也只是来得及惨叫一声，肉身瞬间炸裂开来，化作一片血雾。而放眼向塔下凝望去，只见一道看起来十分渺小的身影被巨大的塔身镇压，不断轰击着塔底，奋力挣扎着想要从塔底下冲出来。一名极尽升华的至尊脸上充满了绝望，让无数隔空见证到这一幕的人纷纷震惊的哑口无言。宇宙星空中一片虚空扭曲，西瑶女帝飘然降临在巨塔之前。不出所料，最后一名至尊当场被西瑶女帝震杀，至此3大至尊全部陨落。而当西瑶女帝还在战场上没有归来之际，各大禁区纷纷异动。太仓古星、东周一座巨大的山峰突然震动，然后在一股惊天的伟力下拔地而起，赫然是9大禁区之一的太古神山。黑暗至尊为求长生屠戮苍生，没想到当时女帝竟然瞬间将其震杀，之后更是以雷霆之势覆灭整个禁区。从此各大禁区纷纷远遁宇宙边荒。而你作为溺活一世的古代至尊，经过万年岁月，寿命已然走到尽头，世人都怕你为了活命再次为火苍生。突然一股磅礴之威涌现出来，遮盖星辰，恐怖滔天。只见你一袭白衣银甲，在宇宙之间闲散漫步，一时间寰宇皆寂，一道道强者的目光隔空探来，全都无比凝重。无数人都担心你会发起黑暗动乱，可令人不解的是，你竟然来到星空深处，如同等待死亡降临，一脸安详的盘膝而坐。这让许多看到了这一幕的人满眼都是疑惑之色。怎么回事？难道神霄至尊真的变了？难道我们真的都猜错了吗？至尊真的可以回头，不再祸乱天下？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宇宙星空，各大星域的生灵得知，也都是满脸愕然。此时你盘膝而坐，一身生机所剩无几，正当世人以为你即将陨落。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你。不好，神霄借助仙药再活一世，实力已恢复到了巅峰。七大至尊都大惊失色，心中纷纷顿感不妙。此时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甚至比上一世还要令人感到心悸。七大至尊脸上忌惮之色浓郁，当即就没了继续战斗下去的欲望。他们还不想死在这里，掉头往边荒外遁去。然而，想要遁走的七大至尊神色再次有变，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本皇无法遁入虚空离开这里？那是西瑶女帝的半仙器及小塔，我们都中计了。这是神霄和西瑶为了铲除我等布下的局。七大至尊的心跌落谷底，竟皆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无论是你还是西瑶女帝，任何一位都是以一敌三的强横存在。他们七大至尊即便竭尽全力，也不见得讨到好处。既然不能逃走，那就只能死战了。七道身影皆是神威盖世，他们手持各自的帝兵，想率先将你镇压。一把地威浩瀚的战剑将万道都给展开，好似一道穿透时空而来的仙光。在其后面还有一把长刀贯穿了虚空，刀身无比璀璨，有可怕的至尊法则环绕，更有一道黑色大戟势如破竹，震动万古苍冥，奔袭而至。面对袭击而来的七道身影，你抬手间就照出杀伐战矛，闪身迎击了上去，一念化战仙，刹那间你宛若一名在世真仙降临。只见战矛一颤，恐怖力量爆发，直接就湮灭掉两道奔袭而来的神陨之光。你毫无压力地抵挡住了七大至尊的联合攻势。七把帝兵接连败退之后，你举起手中战矛，猛地朝着天妖至尊投掷而去。金光一闪，杀伐战矛威力无穷，犹如一道贯日长虹，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天妖至尊惨叫一声，直接落个神形俱灭的下场。西瑶女帝也没闲着，轰的一声将小塔砸出，当场将一名至尊碾压成一片肉泥。而你找准一个机会，迅速扑杀至到其中一名至尊身前，一股恐怖的法则之力猛然爆发，当场就崩碎掉他的仙台，并彻底剿灭其神魂。这名至尊惊慌的表情一僵，接着双眼就快速一暗，一身力量飞速散尽。当你将战矛拔出，这名至尊的身体便直接瘫软，倒在了这片漆黑一片的星空中。七大至尊有人陨落身亡，结束了罪孽的一生。西瑶女帝那边也不甘示弱，她手中小塔脱手而出，当场就将一名对手给震杀。余下的至尊皆是心惊胆战，吓破了胆。这场大战震动宇宙八荒，惊得天地之间的生灵都在瑟瑟发抖，更是打爆星空，湮灭了无数颗星辰。然而此战并未持续太久，战场上很快就寂静了下来，分出了胜负。手上再添一名至尊亡魂，一把杀伐战矛金光四射，沾染上4名至尊的血。另一边的战场上，西瑶女帝白衣胜雪，一座小塔镇压寰宇，震古烁今。她轻易绝掉了剩下2名至尊，结束这场举世瞩目的大战。方天地肃然一静，所有隔空观望到这一幕幕的强者，皆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七大至尊一起出动，最终无一幸免，全都被西瑶女帝和神霄至尊布局猎杀，陨落殆尽，埋骨于边荒星域。在短暂的寂静过后，一道道惊呼在各大星域间传开，无数生灵都在高呼你和西瑶女帝之名，一时间膜拜之声在寰宇间不断回响。此时虚空一颤，西瑶女帝的身影出现在你面前，这是你的身为至尊的第3世，寿元比上一世更加悠长，至少能存世15000载，但仙药只能使用1次。这一世过后，你若想走出第4世来，太过艰难了。你若无法开启第4世，要么你主动化道，本帝送你一程；要邀你重走老路，本帝亲手将你斩杀葬送。这么无情的吗？你毫不示弱的和他对视，可惜你注定要失望了。七大至尊为求长生屠戮苍生，没想到竟被你和女帝联手镇压。正当你沉浸在此战所产生的信仰之力时，西瑶女帝却突然冷冷地盯着你。如果你日后再次堕入黑暗，本帝也必亲手将你斩杀。你毫不示弱地和他对视，哪怕你死了，本帝也依旧能长存。仙药或许只能服用1次，然而不死物质却能让你活出1世又1世。西瑶女帝可不知道这些，只认为你是在逞强。本帝倒要亲眼看一看你究竟是如何活出下一世。说完便撕裂虚空而去，而你心中所想，则是在这第3世再一次蜕变进化。你要强行破开这天地万道，重临无缺的黄道地境。如果成功的话，再活3万年都不是问题。为此，你直接进行了长达1000年的闭关，直到一丝天机闪过，你迅速来到女帝所在的浮空地岛。在你的感知下，女帝竟然消失了。你很好奇西瑶女帝到底去了哪里，因为她每一次消失归来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如果她再次变强，你将永远被她压制。此时你也下定决心，是时候重临无缺地境了。一股遮天蔽日的恐怖神威迸发而出，只见你身披白衣银甲，一身气血如虹冲震四方，气势更是磅礴无边，浩瀚而深不可测。在你周身上下，骇人的至尊法则闪耀，仿佛在不断演绎大道真意。而满天的星辰则以你身体为中心，在缓缓的围绕，互相辉映。远远的凝望上去，仅一眼就让人有伏地膜拜的强烈冲动。这一幕震动了10方天地，无数不明所以的强者隔空探来神识，想要一探究竟。神霄至尊，好恐怖的气息，难道又要开战？众人十分好奇，想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今日本帝将在有帝的年代以力破万道，重回完整无缺的大地之境，彻底摆脱至尊之名，再次君临天下。你目光熊熊，眺望虚空，仿佛直接窥见万道本源。此刻传袭十方，声音如同洪钟大吕，震慑这片浩然尘世，惊得举世震动，万灵都瞠目结舌，无数人震惊不已，纷纷如遭雷击一般彻底傻眼。他们听到了什么？神霄至尊居然是要强行破开天地万道，再一次君临这片尘世。所有人都是心头狂震，几乎下意识以为自己出了幻觉，否则就一定是神霄疯了。开什么玩笑？一世一人成帝，这是自古以来深根蒂固的不变法则，亦是大势所趋，无人能改。世人也从未见过有人正道成帝之后，天地间还能崛起另外一尊大帝来，这太不现实。西瑶女帝还在世，她的道镇压寰宇，威慑万古，这天地万道将是牢不可破。想要强行打开前路，君临万道本源之上，重回无缺的地境，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经过猎杀至尊的事件后，世人对你的态度，从最初的敌视与畏惧，到现在的敬仰与爱戴，前后反差可以说相当的强烈。世人眼看着这位改邪归正，并且已经得到世人认可的至尊，
居然要走上一条凶险万分的不归路。不少人都于心不忍，好言相劝，希望你不要以身犯险，放弃这个不太实际的打算。你对此只是淡然一笑，不过展露出来的态度却是异常坚决。倘若举世皆如我，尔等亦将义无反顾。此身向道，心如磐石，自当一往无前，斩荆披棘，纵死也无悔。你当然知道，在有帝年代强开天地是何等凶险困难，但你已经活出第3世，进一步蜕变进化，不说有十足的把握，那也是有7、8成的胜算。何况为了这一天，你已调养千年，无论是精气神还是一身气血，都已达到最巅峰的状态。你摒弃外界杂音，抬手一招，只见金光一闪，杀伐战矛顿时凭空出现，落进了你的手中。一声道贺之声响彻于浩然尘世之间，刹那间星空巨震，画面骇人无边。你手持杀伐战矛，火力全开，一上来就极尽升华，没有丝毫保留，同时极致演绎至尊法，一面生化战仙，接着就猛挥地兵劈向虚空，恐怖的力量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在一阵强盛无比的炽烈金光中，天地分开，寰宇一颤，万道竟被强行逼出，完全显化于世。一瞬间，那片星域化为一片道的汪洋，无数大道法则弥漫，纵横交织，遮天蔽日，光芒极尽璀璨，十分耀眼。但与此同时，你也惹怒了上天，大道之音响起，万道轰鸣，一道道恐怖绝伦、令人不安的身影，完全由大道法则交织凝聚而成，携带不可犯之威轰然砸下，密密麻麻的道影散发惊人之威，将你整个人都淹没下方。有灭世神雷悍然劈下，也有凶威浩瀚的上古异兽吞天噬地般踏天而至，更有人形盖世生灵出现，仿若真仙般自那万道中杀出，抬手间就崩毁一方星穹。然而你不仅没有慌神，反而还十分的淡定自若，手中一把杀伐战矛大开大合，一击就劈开恐怖的灭世神雷，随后再次挥动起来，战矛突刺而出，直接洞穿掉踏天而来的上古异兽，以极尽升华后的实力冠绝古今，威服天地，哪怕万道就在眼前，他也浑然无惧。杀！你大吼一声，气冲斗牛，一股可怕的肃杀之气冲霄而起。此时杀伐战矛在手，身化无上战仙，仅仅眨眼功夫，你便又砸碎2座压来的道山，而后战矛抛飞出去，瞬息间划破星穹，洞穿并炸裂那道仿若真仙的盖世生灵，天地震动，一条条秩序神链飞舞，万道法则迅速凝聚成一些过往的古皇与大帝，他们并非真身降临，而是曾经登临万道、君临天下之时留下的某种痕迹，如今被万道本源演绎出来。这些身影最是可怕，甚至连地兵都模仿出来，一个个浑身散发出的气势，丝毫不弱于任何一尊无缺大帝。上古的皇，昔日的帝，可惜虽然强势，但终究不是真身降临。即便全都重现在尘世之中又如何？本帝亦可一力震杀。手持杀伐战矛，傲立于星空中，你的眸光此刻无比犀利，浑身上下更是战意盎然。你太强了，任何东西都阻拦不住你的步伐。在接连轰碎那些地影后，你主动冲入万道，杀的那些随后涌现的道影炸成一片。一把金灿灿的杀伐战矛在手，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如同将天都被捅破。万道被战矛强行撕裂开来，犹如被从中斩为2段，往两边似潮水般退去。无数放出神识隔空探望来的强者，纷纷是见证到了一幕极其惊人的画面。神霄太强大了，在有帝的年代竟成功破开了万道，难道他真要在这一世重临无缺地境了吗？神霄至尊成功了，以力强行破道，快看那就是万道本源，传说中的天星印记，结合有西瑶女帝的道果，举世震惊。所有人都没料到你真能成功，你没有理会天星印记，而是直接冲了上去，屹立在天星印记之上，全力将天地万道踩踏在脚下，一身潜能全面爆发，超越于万道之上，一身大地气息涌现，迅速辐阔四方。但同时你也遭到了可怕的杀劫，天地震怒，万道疯狂，7道仿佛穿越时间以及空间而来的恐怖身影于此刻间显化了出来，超过之前所见的那些地影，强大的有些过分惊人。但你没有后退，毅然决然的死战到底，打的是天昏地暗，星空动荡，期间甚至还遭到好几次轰击，身躯炸开了一次又一次，血染了万道。大战到最后，那片星域都被打得一片混沌，所有的一切都被万道遮掩，外人再也看不到具体情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天地间的所有声音都静了下来，所有关注的人反而变得紧张起来，不知道结果如何。突然一道破空声响彻开来，随后一道浑身是血，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人影掉出。神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难道是失败了吗？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你那破烂不堪的身躯忽然绽放光芒，大片血肉重组，地威弥漫。这时的你地威汹涌，遮蔽星辰，周身法则环绕，威慑着天地万物，气息强盛到了极点。此时你的徒弟千言道从忧到喜，等来到你近前，更是露出一脸的震惊之色，根本淡定不下来。恭喜师尊重临地境，由此开启一个辉煌大事，双帝并立。与此同时，寰宇八荒的强者也被震惊到了，一世只有一人成帝的不变法则彻底被打破，引来了一个双帝并立的全新时代。虽然这条路无比艰难，而古往今来也只有你一人达成，但毕竟是开了先例，引领了一个全新时代。无尽的黑暗之中，也有不为人知的大恐怖在关注，真是不可思议。之前本帝还以为神霄狂妄自大，居然要在有帝年代重临地境，可现在看来，这人还真是捉摸不透，实力未免也太过强绝了一些吧。时光如梭，10年以后，尘世中对于当年你一举重临地境的事情，至今还在热火朝天的谈论。然而这一日，一股滔天的怒焰突然在宇宙之间涌现了出来，西瑶女帝不知从何处归来，浑身染血，径直冲向了你所在的生命古星。你只是稍加思索就弄清了原因，肯定是西瑶消失去了某处危险秘境。当你重临地境时，强行破开了天地万道。作为这一世的正道大帝，西瑶女帝在那期间修为跌落地境，这才导致其陷入危险，九死一生。此时你假装不知情，强忍着一股笑意，西瑶女帝则直接释放地威找你讨要说法。想要一个说法，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正好本帝重临地境，也想要和你分个高下。你与西瑶女帝各自手持地兵针锋相对，骇人的力量无形碰撞，震得整个星空都剧烈一颤。如此巨大动静惊动宇宙各方的强者，他们纷纷在第一时间隔空探望而来。这一战恐怖至极，打得天昏地暗，令无数星辰相继崩毁。此战进行了很长时间，至于孰强孰弱，外人不得而知。好奇心驱使下，千言道还是向你问出了这个问题，你则直接抛出
通体布满一道道裂纹的杀伐战矛。这一战，本帝报了当年之仇。千言道郁闷了，听你的意思，明显是没败。可看着那根几近崩碎掉的战矛地兵，他就有些不懂了。另一边，浮空地岛之上，青灵也向西瑶女帝问出一个同样问题，结果却是换来了女帝一声轻叹。青灵是满头的问号，同样是没能搞清楚究竟是谁胜谁负。岁月流转，眨眼万年，当年威震寰宇的4大准帝，如今也都上了年纪。突然有一天，天地震动，万道悲鸣，4大准帝之一的楚子峰强行凝聚精气，短暂重回巅峰，如同当年的你一样，悍然对万道出手，决意拼尽一身打出一片朗朗乾坤。可惜楚子峰终究不是你，老迈的身影最终被万道吞噬殆尽。无数强者目睹到一尊准帝消亡，皆感叹万千。作为同一代人的千言道，此刻感触良多。如今的他也不复壮年，身衰力竭，满头白发，此时来到你身前。师尊，楚子峰向道而死，我千言道也不弱于人，愿最后拼搏一次。他自知时日无多，但是就这样落下帷幕的话，他也是心有不甘。临死之前也想像楚子峰那样奋力一搏，于是特意前来跟你道别。既然你心意已决，本帝也不阻拦你，去吧，多尝试一下也好。千言道向你拜别后冲霄而起，这片宇宙再次震动起来。他引来万道，一身精气同样爆发，短暂恢复到了最巅峰的状态。不过千言道并没有强行登地，而是吞下一片你给的悟道茶叶。他在万道中升华，要么成功另类正道，要么就此生死道消。万道轰鸣不止，神音颤颤，寰宇之间蔓延起一股惊人道韵。千言道在极境中悟道，全力想要踏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此刻如同万法加身，恍若神圣。不过另类正道并不容易，何况如今天地中有2尊无缺大帝镇势，太过艰难。他终究是没能走出那一步，一身升华后的气息开始飞速衰弱，天地间一片唉声叹气。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千言道的状况已是无力回天。然而当所有人都以为千言道必死时，异变却突然发生了。只见你瞬间出现在那片星空，一身气势磅礴，强大到令人震惊。你抬手轻轻一挥，万道犹如遇上了大恐怖之物，瞬间如潮水般退场。千言道此刻只觉浑身一轻，但他却是一脸惊愕不解的看向你。本帝说过，你还不到迎来终结的时候。没有过多解释，你直接带着千言道洞穿虚空而去。见到这一幕，诸多强者都是一惊，没想到关键时刻神霄大帝居然出手了。千言道乃神霄大帝之徒，而且神霄大帝掌握逆活一世之法，有时如此，千言道想死都难。此刻无名的生命古星上，你以莫大神力凝聚出来一块巨大的仙源，之后转头看向白发苍苍、长满皱眉，甚至连身躯都变得佝偻的千言道。自此之后，你将长眠于仙源之中。另外，本帝会将一枚仙果一同封进去，未来在无帝的年代你再出世，到时候服下仙果再活一世，而那将是属于你的成帝时代。千言道见你安排的如此妥当，一时间心里五味陈杂，热泪盈眶，当下就拜伏在地。他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结果却是路回风转，师尊竟不吝的赐下一枚不死仙药。这时候，千言道忽然忽想起当年自己和青灵的一番谈话，那个时期正值西瑶女帝和你布局猎杀古代至尊的前夕。当时他就感到好奇，西瑶女帝究竟给了师尊什么好处，居然说服他入局做饵。可青灵没有正面回复，反而是告诉他，未来或许他也能用上。现在想来，应该就是指的这不死仙药了。好徒儿，本帝对你寄予厚望，未来可不要让我失望。千言道心情沉重，一步3回头的叩拜灵号，直到走进仙园中方才尘埃落地。你掏出一枚仙果扔进去，接着让仙园彻底将千言道封印。自此之后，时光飞速流逝，几千年时间悠然而过，女帝再一次消失进入神秘空间，而你则打算去埋骨仙路继续凝练不死物质。只见你手持杀伐战矛，极尽一击直接打开仙路入口，随后直接闪身冲了进去。在仙路里面，你所向披靡，打得整条埋骨仙路震颤不止，满天落雷都纷纷溃散，连那飘飞而来的仙光都无法近你身。你只凭杀伐战矛一路横推，很快就杀到了深处区域。这里比外围更加神异，也更加凶险，到处都有仙光与法则乍现，不时有恐怖异象显化。突然你看到前方有一道模糊身影，高卧于9重云霄，浑身仙光闪耀，有一个又一个大千世界在其周围环绕，仿佛坐镇在岁月长河之上，俯瞰万古红尘。你发现参悟虚影身上的道韵可以使自己变强，索性直接开始修炼。殊不知你这一次悟道就直接用了1000年，实力又有了显著提升。等再次回到尘世后，你想找西瑶女帝交换悟道茶叶继续悟道，女帝的条件则是杀一名至尊，赠你9片悟道茶叶，杀得越多得到的越多。原本各大禁区远遁边荒，想找到都很难，而你在埋骨仙路上对仙引道韵的感悟后，你的法语道已经接近仙法仙道，你可以轻易逆时溯源，重现当年禁区远遁之景，然后从中抓住某种契机，逆转一些被强行斩掉的痕迹，借此找到那些至尊的藏身之处。不久后，有恐怖的威压从无边黑暗中蔓延至宇宙边荒，星空中爆发出恐怖的战斗气息，同时伴随着一道道怒吼和惨叫声。当一切结束后，你从黑暗中漫步走出，犹如真仙在世，托举着一座气势磅礴的雄伟大山，上面洒满好几股不同气息的至尊血，那是太古神山。有人认出了你手中托举的染血大山，寰宇皆惊，天地众生更是欢呼不已，奔相告走恭迎神霄大帝凯旋。你则神情淡然，打算直接去浮空地岛找女帝换茶叶。突然星河某处传来一股异常波动，星空之中一阵扭曲，一道纤尘不染的白色身影从中迈步跨出，赫然是从秘境归来的西瑶女帝。只是在她身上你察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西瑶女帝的情况似乎不太正常。上一刻的她眼神还一片清明，一身气势雄厚无边，下一刻那双眼眸中便闪动出几分迷茫与沧桑，气息更是变得汹涌紊乱，散发出一股极致阴寒之气。这种诡异状态下的西瑶女帝反而变得更加恐怖。你主动现身冲了过去，与之遥相对望。你不是西瑶，不过不管你是谁，本帝应得的悟道茶叶还是得找你要回来。诡异状态下的西瑶女帝不为所动，仿佛凡尘一切皆是虚妄。你也没心思继续废话，直接手持杀伐战矛，一念化战线，随后撞碎前方虚空，径直杀向了西瑶女帝。这一击足够可怕，足以打破一方世界，整个尘世都因这一战矛刺出而引发一场巨震。意外的是，这恐怖一击竟然被一个神秘碎块挡了下来。你往西瑶女帝所在的方向一看，
结果心神一震，西瑶女帝不动如山，仿佛一尊亘古长存的在世真仙，周身惊人的法则环绕，一块块神秘碎片浮现而出。短暂的震惊过后，已爆发摧枯拉朽的力量，挥动战矛尽数轰击向了西瑶女帝。恐怖无比的力量打得这片星河崩裂，一颗颗星辰炸开。那些环绕在西瑶女帝周身的碎片，纵是无比的坚固，此刻也被撼动，一块块的被击飞出去。这也终于让她恒久不变的淡漠神情产生了一丝变化。只见西瑶女帝同时牵引那81块碎片，尽数轰向你所在方位，一股股骇人之力自战斗中迸发出去，致使满天星辰相继炸毁。原本的璀璨星河也因此变得暗淡，在不负之前群星闪耀致敬。两尊大帝纵天一战，双方都曾打爆对方的身躯。突然，你瞅准时机，直接将战矛捅穿了西瑶眉心。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地，西瑶女帝竟然仙台破碎，陨落星空。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西瑶女帝陨落时，一股超然于世的光芒闪烁，西瑶竟然恢复如初，她眼中的迷茫和意识也恢复了清明。你彻底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惊了。只见西瑶忽然抛给你一袋悟道茶叶，抱歉，出了一点意外，多出来的算是本帝给你的补偿。而你再次看向西瑶女帝的目光，却是透着一抹凝重。仙台崩毁，一念之间死而复生，这还是人吗？西瑶女帝却是一言不发，久久地盯着你，也不知道在思索什么。过了好一会，她似乎是做出了某种决定，挥手之间将小塔送至你身前。你见到小塔之后，表情微微一怔，完全弄不清西瑶的想法。本帝出了状况，你也是看到了，这座小塔就交给你了。倘若有一天本帝无碍，自当召回。可若是……西瑶女帝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你听懂了她的意思，一时间不免有些沉默，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西瑶，你究竟去了哪里？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本帝的机缘之地，也可能是本帝的灭亡之所。倘若攻城，威临天地，惊艳万古红尘，岁月不染；倘若失败，几万年的苦修转头成空，不过也是白骨一堆。你看了他许久，最后还是将小塔收了起来，你也没有阻止，毕竟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西瑶女帝说完，便身影一闪，从这片星空中消失不见。自此之后，这片广袤无限般的天地间，只剩下一尊在世大帝。你回到了无名古星上的道场，拿出西瑶女帝的小塔放在掌心仔细端详。小塔十分神异，一共分为9层，蕴含有无比惊人的仙道法则，并且早已诞生出灵智。突然塔身悬浮于半空中，在大殿内稍微放大，接着一阵仙光闪耀，一株浑身散发不死生机的植株掉了出来，竟是一株不死仙药。没想到西瑶女帝除了将小塔交给你外，还将不死仙药给送了出来。这株仙药上面还留存2枚红彤彤的果实，正是当初西瑶给你的那种仙果。仙药灵性不俗，从小塔中掉落出来后，竟直接一闪，躲到了大殿拐角处的梁柱后。别怕，这里是我建立的道场，范围之内任你扎根生长，护你永世周全。听到了你的话后，不死仙药犹豫了好一阵子，这才主动传出来一道意念。再三确认自己不会被你吃掉后，直接将2枚仙果送给你当做谢礼。借此机会，你也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你以前待过的地方可还有印象？你问起西瑶所去的那片神秘之地，那是一个暗无天地，气氛无比诡异且充斥着大恐怖的地方。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个浑身是伤的女人出现，她在那里找到一些惊人之物，继而变得更加强大。后来每隔一段时间现身一次，期间还从外界带进来一棵树。不过她也遇上了很可怕的事。不死仙药所说的女人，指的应该就是西瑶女帝。至于她栽种的那株树，多半就是悟道茶树，以此辅助她更快修炼。万年岁月流逝，世人并不知晓西瑶女帝早已不在尘世之中，但有你坐镇，这片浩然尘世依旧是祥和太平之景。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引起了你的关注，或许是由于2尊大帝并立于世的原因，天地大道压制的太狠，导致这世上的修仙者想要突破极其困难。自从4大准帝之后，后世之人无法登临准帝之境，甚至就连晋级大圣境都很难。整个尘世宇宙仿佛进入末法时代一般，几乎让人看不到任何崛起的希望。正当你观望寰宇四方，心生感叹，打算退隐之际，尘世宇宙中传来异样，天地轰然震动，万道哀鸣，无数生灵都被惊动。西瑶女帝镇压在寰宇之间的道，再如潮水般消退。你知道西瑶和你一样，也是在为这天地众生着想。西瑶女帝还活着，并没有陨落身亡，但外人并不知晓，西瑶女帝威压天地，震慑寰宇的道，在飞速消融，异象惊诧了全宇宙。这也让尘世中的人产生误会，心中无限悲痛，纷纷以为她已陨落。至此，尘世宇宙也迎来了巨大变局。一名大帝独尊之下，修仙者们的修行难度不再困难。万载岁月之中，尘世中竟先后崛起6尊准帝，完全超越了当年4名准帝并立的时代。而你也迎来了这一世的晚年，满头白发丛生，机体能力逐年下降，就连威压天地的道都有所消退，变得已经摇摇欲坠。此时你没有再继续待在道场之内，反而是收敛了一身力量，开始外出游历四方。千年之后，你的气血衰败到了最低点，明眼人都能看出你马上就要不行了。在举世相送的情况下，9道充斥着大恐怖气息的身影现身，他们撞碎了虚空，踏天而下，每一道身影都惊世至伟，恐怖的至尊威压弥漫，各种至尊秘法尽数向你轰来。神霄大帝小心！无数亲眼目睹到这一幕的人纷纷是大惊失色，甚至有人发出惊呼声来提醒。但下一刻发生之事，直接让这些远观之人全部惊呆。只见你忽然斗志昂然，双眸中瞬间爆射出2道惊人亮光，杀伐战矛出现，你一把抓住并挥动起来。纵使老迈力量不在巅峰，你也依旧气势恢宏，浑身地威汹涌，浩瀚无边，镇压着寰宇，威慑着四海八荒，惊艳古今与未来。你浑身绽放出极尽光芒，一把杀伐战矛在手，轻易抵挡下了9大至尊的攻势。你们终于现身了！当年本帝杀出宇宙边荒，没有将尔等一同铲除，你们应该感到庆幸才对。可惜你们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全都在本帝晚年现身。既然来了，那就别想再走了。你声震如雷，声音之中蕴藏着无比可怕的力量，响彻天地之间，极其震撼人心。而面对这仅存世间的9大至尊，你屹立在星空之下，完全不似一个即将陨落之人。不好，快撤！9大至尊见此一幕，皆是意识到自己中计了。你虽然老了，但同时也是在藏拙，此刻实力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强大的力量冲震星空，令人感到心惊。你当下心念一动，一座仙光闪烁的小塔顿时横空出世，小塔变得无比巨大，威震尘世，封困住四方虚空。
空，令9大至尊无处可遁。你瞬间爆发出一股极致恐怖的力量，手中金灿灿的杀伐战矛一划，仙光乍现，虚空炸裂，一名来不及躲闪的至尊当场就被砸成了2截，一时间鲜红的至尊血飞溅，迅速染红一片星空。这名至尊惊怒交加，满眼不可思议，但也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怒吼，身体就被你给拦腰砸断。更让其不甘的是，你直接快准狠地洞穿他的眉心，不仅头颅炸裂，仙台更是瞬间崩毁，当场陨落，死了。9大至尊来袭，天地动荡，十方皆惊。原本所有人都以为神霄大帝晚年遭遇劫杀岌岌可危，结果只是眨眼之间的功夫，局势逆转，一名至尊直接死在了杀伐战矛之下。还活着的8大至尊见到这一幕，只觉得心里毛骨悚然，脸色凝重到了极点。外界观望的尘世强者同样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你居然在藏拙，晚年战力依旧恐怖如斯。可笑那9大至尊携带惊天杀意而来，结果9打1还被反杀一人，实在是可笑至极，恐怖如斯。你于星空之下绽放最为璀璨的光芒，手中杀伐战矛染血，杀得余下8大至尊怒吼连连，一念化战仙。此刻你一身力量更加磅礴，强盛的异乎寻常，恐怖至极。不对，他根本没有衰败，我看到了他体内生机旺盛，气血如海，深不可测。有至尊咬牙切齿，道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你活出了第4世。一道阴沉的声音传震开来，惊诧了尘世间的所有强者。这个消息太过惊世骇俗，几乎让人以为是幻听，但声音来自其中一名古代至尊，绝对不可能出错。此刻你神情淡定，没有再隐藏下去，浑身光芒一闪，重回巅峰状态。不错，如你所言，本帝已活出第4世。不可能，难道你那逆活之法可以让你无限次获得新生不成？一世又一世的逆活下去，永生不死，这和真仙有何区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8大至尊尽皆疯狂，他们为了前往仙域得到长生，自斩一刀谋求那一线生机，结果现在却突然发现有人直接可以在尘世中获得永生，这让他们的目光都变得火热。8大至尊回过神，双眼纷纷充血，无一人再谋退避。他们看到了尘世中的长生之机，前路与希望就在眼前，此刻当拼尽一切，纵死也无悔。刹那间，8道极致金光照亮了整个宇宙，所有至尊全部极尽升华。8尊无缺的古皇与大帝屹立于星空之中，压得虚空炸裂，万道退避。而你则是一身战意更加高涨，一活4世之后，你的生命层次早已超脱于世。大战爆发，一瞬间这片星域彻底崩毁，8道恐怖绝伦的地影威压而下，每一道都足以灭世，强得可怕。你则自信当世无敌，犹如一尊天上战仙下凡，举起手中的杀伐战矛便迎击而上。在你全力催动法则后，一道惊艳大势红尘的身影在你身后快速显化出来，那道身影之上有淡淡仙道法则闪烁，最后与你重合为一体，法能通天彻地。杀伐战矛一声银颤，如同穿透时空，自那岁月长河中杀出。这一击势如破竹，打破天地万道，直接就洞穿了一名极尽升华的至尊，当场将其头颅炸裂开，并崩毁掉那蒙尘已久的仙台。下一刻，你可怕的全力爆发，轰击向一名杀至近前的至尊，一击将其震退出去。与此同时，你凝聚了一身之力，手中杀伐战矛又一次贯穿出去，再杀一名冲来的至尊。你太强大了，一身力量震古烁今，简直是摧枯拉朽，无人能敌。纵使8大至尊联手袭杀而来，并且全都已经极尽升华，也完全不是你的对手。不，本皇不甘心！一声不甘的怒吼传开，又有一名至尊陨落了，血溅星空，惨死在杀伐战矛之下。一道道灭世神雷闪烁，你则毫无保留大杀四方。杀伐战矛被全面催动起来，一时间战场之上雷光闪烁，闪耀的飞仙之光飘洒，凝聚起一种磅礴大势，压得古代至尊都面露骇然之色。随着一声惨叫过后，9大古代至尊来袭，如今还在场的仅仅只剩下4名。我们败了。一名至尊染血发出来一声轻叹，绝美的面容之上闪烁出一丝迷茫。他存世至今抛弃了太多的东西，而今长生就在眼前，结果却是触不可及。此刻面临绝境，他似乎幡然醒悟，回首天地悠悠万古，似乎有一幕幕画面在其眼前快速闪过。罢了，本皇也累了。这名女至尊自知结束已至，曼妙的身躯发光发亮，化作点点光芒，转瞬即逝。她看透了前尘过往，于此间选择化道消亡，带着一丝悔恨与留恋，彻底从这天地间消失不见。不，本帝绝不认命。剩下3名至尊与之相反，他们不甘心就这么败了。你也没有废话，抬手间就召回小塔镇压向其中一名至尊。同一时刻，杀伐战矛纵天一刺，一道极尽璀璨的仙光闪耀，再次解决掉了一名古代至尊。9大至尊合力袭杀而来，最终的结果却震撼世人。7名至尊死在你手，1名至尊则自行化道而亡。如今现场只剩1名至尊独活，那是一名女性，肤白貌美，头上长有一对龙角，她的容颜艳倾天下，身姿曼妙无双，姿色丝毫不下于西瑶女帝。不过你并没有手下留情，你一手托塔，一手紧握着杀伐战矛，浑身光芒万丈的飘至过去。神霄，这世上真的有仙吗？这名女至尊看着你，此时大局已定，她自知必死无疑。你有些意外的看了她2眼，但还是满足了她的好奇心，十分肯定的回复一个字：如果真的是有真仙，那为何我等会沦落此等境地？这名女至尊闻言后，不仅没有感到一丝惊喜，反而是自嘲一笑：动手吧。女至尊并未束手就擒，竭尽所能的一战，即便死也是在最后辉煌中落幕。最终她被杀伐战矛崩毁，仙台彻底灭杀，至此一切都尘埃落定。9大至尊死尽，神霄活出第4世。试问这尘世之间，何人还能与神霄大帝争锋？若世上有仙，当如是也。举世哗然，无数人都在惊叹不已。此时你从破败的星空中走出，无比磅礴的气势更是威震四方，气血如海，惊艳万古。至此之后，这尘世间不再有至尊动乱，你的声音传遍十方寰宇，连普通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天地间的生灵闻言后，先是微微的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来一阵欢呼之声。回到无名古星后，你的视线分别从2座道宫之上扫过，接着抬头凝望向苍穹。如今这尘世至尊死绝，天地无忧，我也该隐退了。接下来这广阔的舞台就交给你们吧。尘世宇宙太小了，光是逆活9世成为红尘仙还不够，打入仙域才是你的最终目标。然而只靠你一尊红尘仙的话，想要打进仙域根本不可能，至少需要3尊，因此你要提前进行谋划，现在也该是时候了。随后光芒一闪，你如同人间
蒸发完全失去了音讯，自此后也没有在人前显圣过。直到几千年后，你镇压在这片尘世间的道开始日渐消融，世人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神霄大帝的道在消退，一如当年的西瑶女帝一样，难道大帝已经陨落了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帝万古不朽，他不可能陨落才对。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或许并非陨落身亡，而是在我等不知道的情况下打入仙域成仙了？你的道逐渐消退，这广阔无限般的宇宙终于迎来一个无地的时代。直到过去万载岁月，大势争锋，各路天骄皆想成为这个新时代中的正道大帝。突然，一片枯寂黑暗的星域，此时却传来波动，其中一个方位上赫然出现一片漂泊在黑暗中的仙宫神殿。如果有强者路过，见到这片神异建筑，必然会惊呼出声来，因为这是神霄大帝消失已久的道场。此刻沉眠中的千言道被惊醒过来，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但却能感知到你镇压寰宇的道消退了。这具体代表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千言道心中悲痛不已，虽然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事情真的发生之后，依旧是难免心痛。无地的时代，千言道平复下了心绪，双目中爆射出2道璀璨光芒。我突然之间被惊醒过来，或许并不是什么意外。师尊说过，未来一个时代将属于我，或许这便是我君临天下、正道成帝的时代。仙缘乍开，千言道从中踏步走出，就地吞服不死仙果，然后盘膝炼化。不足100年时间，千言道修为就已恢复到圣人之境。他来到道场主殿，想看一看你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此时主殿内一把地剑忽然发出一声轻颤，一抹亮光飞出，迅速没入了千言道眉心。成帝后再来，这是一道尘封已久的声音，好似穿越了岁月时空一般，在千言道脑海内响彻开来，当场就让他愣在原地。师尊由此安排其中定有深意，弟子遵命。千言道冲霄而起，现身在了死寂的星空之中。不久之后，一匹黑马横空出世，纵横宇宙，杀得各路天骄胆颤心惊。然而举世茫茫，却无人知晓此人的来历，显得极为神秘。而这匹黑马一路崛起，尽显无敌风采，强势的可怕。当世人都在猜测这匹黑马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又有着怎样惊人的身份之时，无人关注的埋骨仙路上，一道仿佛盘坐于诸天万道上，极为震撼人心的身影，于此刻间豁然睁开了双眼。这些年你一直在仙路上修炼，终于将仙影上的一缕道韵领悟透彻，你之法自此超脱尘世，几乎堪比于仙法。这次一定要打到仙路尽头。此时你挥动手中的杀伐战矛，一身恐怖的力量猛然爆发而出，整条埋骨仙路都跟着剧烈一颤，阻拦在前的各种异象尽数消散。你则直接冲出了这片区域，来到了埋骨仙路的尽头。此时你放眼眺望，四周上下漆黑一片，唯有前方那点亮光指引着方向。你不加思索地冲了过去，随着越来越接近，前方的光芒越发炽盛。突然，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赫然出现，如同独立于尘世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勃然生机。一片浩大的世界，难道是仙域？你逆活3世正道成帝，不仅震杀了所有黑暗至尊，更是直接打通了埋骨仙路，来到了一个不死物质充盈的世界。此间世界分为8域，你所在的前域光是正道大帝就有6尊，而你刚一现身就直接震杀了2尊大帝。原来就在你刚到这个世界时，不朽仙幕开启，8域大帝为了抢夺仙宝混战，结果前域的1尊大帝被砍域玄风大帝击杀，这也直接导致了界域战争的全面爆发。2域交界处有10道极其恐怖身影遥相对应，他们地位汹涌，有极其惊人的黄道法则在周身环绕，赫然是1尊尊帝境强者。此时正在商谈以此事为引，合谋抢夺砍域的机缘。然而就在他们打算分开时，炎天帝君和玄阳大帝对视了一眼，纷纷是察觉到了一模一样。谁？炎天帝君察觉到暗中有人窥视，抬手就招出一把璀璨夺目的长枪，长枪刺出万道齐鸣，径直杀至你的藏身之地。长枪贯穿之处，一座仙光闪耀的塔影显化于虚空之中，散发着一股浩瀚之威，照耀无尽黑暗。炎天帝君活了30多万年，力量强大无匹，如此的恐怖一击，居然被轻松抵挡了下来，这让在场其余9名大帝见了都微微一愣。这是半仙器。训育大帝之手的玄阳神情一僵，仿佛看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然而更让他震惊的是，那座仙塔虚影消失之后，一道更加恐怖也更加璀璨的仙光乍现。仙光从那片黑暗中猛地爆射而出，瞬间就穿透层层虚空，杀到了近前。炎天帝君，小心！前域这边有不知名的帝君，暗道一声不好，风急火燎地祭出帝兵去帮忙。杀伐战矛势不可挡，威能无尽，接连壮烈驰援而来的4件帝兵，于是虽有减缓，但依旧恐怖滔天。炎天帝君迎击上去的长枪当场崩断，战矛从其身体中穿透而过，他的肉身被战矛贯穿，一股强得吓人的伟力在体内爆发，半个身子在下一刻直接就炸了开来，惨不忍睹。这一幕画面震慑到了其余几位大帝，连玄阳都是一脸的凝重。随后你一脸平静的缓步走出，这些大帝对你构不成丝毫威胁。突然虚空猛然一颤，耀眼的光闪烁，炎天帝君破烂的身躯重塑如初。此刻他怒目圆睁，一脸狠毒的看着你从黑暗中现出真身。你是何人？来此作甚？为何偷听我等的谈话？炎天帝君目光阴沉，强忍着一股怒火。本帝神霄，来自8域之外。你淡然一笑，没必要隐瞒什么。玄阳大帝和炎天帝君对视一眼，纷纷从彼此眼中看到一抹惊骇。8域之外，莫非是来自仙域不成？玄阳大帝要稳重一些，但此刻心底也是卷起滔天惊浪。本帝虽无意打扰，但对于你们之前的谈话还是很感兴趣，特别是你们口中所说的8域造化。神霄道友，不可否认你实力很强，可你毕竟是外人，若是为了我们的造化而来，恕我等不能如实相告。没关系，既然不能告知本帝，大可自行查明。正好你们2域大帝都在，就从你们开始。说罢，杀伐战矛发出银颤声，你抬起来对准了炎天帝君，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谷无波澜的平静。你方才对本帝动手，此事也不可能就此轻易作罢。这一次，本帝将主动还予一击，倘若你能在本帝这一击之下存活，本帝可以放过你，并从此不会
染指你前域可弱势，你没有再继续说下，因为潜在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如若炎天真的不敌一击当场陨落，偌大的前域必将落入你这个外人之手。炎天帝君震怒，哪怕自知不敌，也率先向你发起了攻击。你看着炎天挥拳打来，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手中的战矛突然迎击而上，直接就洞穿了出去。刹那间，虚空崩碎，一道仙光自战矛之上迸发而出，伴随着一道道灭世神雷落下，当场就将炎天洞穿成了马蜂窝。不，炎天不甘的吼了一声，但已经无力回天，直接仙台崩碎，彻底陨落。一名大帝就这么轻易被杀了，而且死掉的大帝还是一域之首，这更加让人震动。太强了！这个外来者仅凭一把半仙气，一击就杀掉活了30多万年的前域大帝之首。稍微犹豫一下，玄阳大帝最终认定你这个外来者不可与之为敌，于是主动站出来示好，道有好强的实力，在下佩服。本帝其实无意与你为敌，不如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如今前域无首，在下可助道友趁此占据此域，届时前域的造化自当是落于你之手。这是卖队友，瞬间你对这个世界的地境强者又有了一个全新认知。玄阳大帝话音才刚落下，前域4名大帝脸色骤然巨变，一名身姿窈窕的紫衣女帝当场就忍不住怒视过去。玄阳，你什么意思？你居然要将我前域交给一个外来之人？紫衣女帝话还没说完，你只是一个眼神过去，一瞬间恐怖磅礴之威震落而下，一道震响传开，小塔也在顷刻间砸落。这名紫衣女帝的身体猛地炸裂开来，这一幕让现场包括玄阳在内的大帝们瞬间有一种窒息之感。紫衣女帝没有重塑肉身，因为在那一瞬间仙台就已被压得破碎，死无葬身之地。所有得见这一画面的人全都噤若寒蝉，太强了！又是只用一击，一名大帝便陨落了。本帝对你们前域并不感兴趣，不过那造化本帝要定了，尔等若是有异议的话，后果自负。随后你看向玄阳，既然道友说要助我一臂之力，那不如这就随本帝去前域一趟吧。道友相邀，自当奉陪。玄阳大帝见此也是很无奈，苦笑了一声，你等自行回去，训域交给你们坐镇了，本帝会尽快赶回。倘若……可话到最后，却又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最终并没有把话说完，只是心情复杂的叹了一口气。这一趟连他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否活着回到训域，可若是不去的话，肯定是必死无疑；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晴朗的天空忽然破碎开来，两道强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一片深山老林的上空。一个长相年轻俊逸，长发飘舞，身穿一袭白衣银甲，身上具有一种莫名的煌煌大势，威压天地，气质无比的超尘。另一道人影同样不俗，不过相较于前者，后者的气势上明显是被压上了一头，不似前者那般沉重。此时你有些疑惑，不由回头怀疑的看了玄阳大帝一眼。道友，前域的造化确实是在这里，不妨试着攻击一下这里的空间，到时候你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闻言，你当下就凝聚起了力量，捏起一个璀璨无比的拳印，直接朝玄阳手指之地打去。无尽山河震动，空间瞬间破裂，一片奇异之景出现，同时还传出玄妙气息。八域造化就在这空间之内，只有轰碎这里空间方能得见造化。你率先一步踏入了那片轰开的造化空间，刚一进入，一股无比磅礴的惊人气机便从前方迎面扑涌了过来。只见中心地带有一个璀璨的神异光球，无尽法则在内交织，闪烁神辉，道韵非凡。而你则察觉到一丝异样的波动，你感受到光球之内一条道则竟然散发着炎天的气息。道友，这便是前域的造化，你可以将其称之为前域天星。天星是一域之地的根本，亦是万道之本源，只要8颗天星相助，将有能力飞升成仙。而你则突然神色古怪，怎么越听越熟悉，不由看向玄阳大帝。大帝与天星建立联系之后，实力是不是会更进一步？如果本帝猜测不错，甚至还可以借助天星展现非凡之力，从而执掌一域之地，号令诸帝。玄阳大帝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你，不明白他为何你知道的这么详细。你之所以一言道出其中玄妙，是因为你意识到这天星几乎是与浩然尘世中的天星印记相似。可随着研究这天星，你浑身竟有一种毛骨悚然的阴寒之感。不，这不是天星印记，也根本不是什么万道本源。忽然你抬手一招，耀眼的金光爆闪，杀伐战矛凭空显化。只见你举起战矛，爆发出一股惊世骇俗的力量，猛地向前方那颗前域天星轰击过去。空间剧烈一震，连同外界整个前域都震颤起来，无数生灵被惊动。远处的玄阳大帝看到这一幕，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神霄道友，还请手下留情。玄阳大帝对8域天星的传闻可谓深信不疑，这是他们8域强者的成仙之机。可谁又能想到，你居然不由分说地展开了攻击。此刻眼见着前域天星即将受损，心里是急得不行。然而就在玄阳不知该如何阻止之时，前域天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惊变，天星颤动，无数道则快速交织，一道道令人感到惊悚的地影先后显化，而每一道都是威势滔天，恐怖绝伦。玄阳大帝一惊，蓦然看向其中一道显化出来的身影，正是不久前死在你手上的炎天帝君。此时玄阳大帝只觉一阵惊悚，因为这道炎天身影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力量完全与真人一模一样。而你则瞥了远处一脸惊愕的玄阳大帝，你们的道被人窃取了，仅仅这前域天星就映照了至少30位帝首的道果。8域的大帝只不过是他人眼中的果实而已，这造化太大，大到令人心惊。可惜并非你我之造化，而是他人的谋划。这时候前域天星变得越发神异，忽然在一阵耀眼的仙辉中，一道模糊的身影映照了出来，仅仅只是他的一个眼神便让你心头一震。此时你没有任何保留，一念化战线，杀伐战矛瞬间就斩杀了几尊大帝虚影，黄金小塔更是神威浩瀚，震杀大帝如切菜。玄阳大帝彻底被你惊呆了，这还是大帝境界吗？没过多久，30多道地影全部湮灭，你最终与那道超尘的身影激战成一团。可哪怕你以全力出手，也一度落于下风，身躯都被一拳打碎。幸好你气血旺盛，在经过短暂的交锋后压制了那道骇人的身影，最终杀伐战矛刺出，在你的竭力一击之下，那道身影眼中闪现出一抹诧异与恼怒，随后便彻底炸裂开来，消失不见。你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心想若是真身降临，自己多半要交代在这里。随着投影被击溃，天星上暗藏的杀机消失，一枚大道符文也显化出来。此刻你终于弄清了8域天星的布局。8域黑手想要以天地为炉，借他人之道法演绎极致凝练忘，这逆天的手法不禁让你怀疑，难道背后是真仙在布局？另一边，玄阳
大帝在看到你逆天实力后，决定追随于你。他压住有一天你真能打入仙域，这样他也可以搭个顺风车。你思索片刻，以后征战仙域也需要人手，收服这些大帝也是一大助力。随后你看向玄阳，有朝一日若本帝攻入仙域，在我身后必有你一席之地。在玄阳的帮助下，你接连收割了其他几域天星，所有观战的大帝也都被你的实力折服，主动归顺于你。而你的所为最终也让幕后黑手彻底震怒。就在你收取昆域天星之后，所处空间产生了剧烈扭曲，恐怖的气息迅速弥漫出来，有一股极致可怕的力量在天穹之中炸开，随后骇人的力量爆发，空间崩碎，万物湮灭。黑暗之中却有一个闪烁仙光的剑尖探出，如果不是你闪躲及时的话，估计这时候就被剑尖贯穿形神俱灭了。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那剑尖上蕴含的力量强盛的令人心惊肉跳，仿佛一剑探来逆转了岁月时空，惊艳万古，足以颠覆乾坤，绞杀一切。昆域天地巨震，剑尖之威超越凡尘，惊世骇俗，万千仙光从剑尖之上垂落，昆域的天瞬间就崩碎，大地也在顷刻之间湮灭成渣。哪怕是隔着很远的玄阳等两域大帝，也承受不住威压，仅仅一瞬间的功夫，就有一名大帝陨落。真正的仙气，如果不是你足够强大的话，估计这会早就陨落当场了。太恐怖了，仅只是一道剑尖，直接就导致昆域崩坏，葬下了数不尽的生灵。剑尖在颤动，上面散发出来的气机遮掩万物，太过磅礴与浩大。不过还是被你察觉到了一丝不对，那道剑尖在剧烈的震动挣扎，好像随时会被强行拉回去。同时你也凝聚力量到最巅峰的状态，盯向剑尖，谨防再有意外发生。只见那把通体散发着无尽威力的剑尖之上，忽然有极其鲜艳的血光一闪，一滴蕴含有无穷之力的鲜血顺着剑身从黑暗中滑落而出，然后凝聚在了剑尖之上，接着就如同一滴水液般从上面滴答落下。做完这一切后，剑尖再也抵抗不住，迅速被拉回了黑暗之中。然而剑尖的离去，反而让你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惊悚。这一滴血闪烁着妖异的光芒，内含无尽法则，充斥着绝世大恐怖的气息。你也意识到了不妙，因为你发现这滴血在不断演绎拳法，即将要化形而出。当机立断，你立刻就先一步发动攻击，要将这滴血抹除。一念化战仙，你抬手就是最强一击，直接向那滴血轰击。不过这滴血太过超凡，蕴含的法则与力量远超尘世理解，即便被你磨灭了绝大部分力量，依旧是恐怖无边，并且幻化出了一道人形。见到那身影出现的一瞬间，一个仙字不由自主地从你口中吐出，那是一道体态修长的绝美身影，胸襟十分的伟岸，身姿婀娜，穿着一袭曼妙的紫色衣裙。她满头银白色的发丝无风自动，浑身气势磅礴，精要古今未来。然而如此精彩绝艳，堪比真仙的女子，那张绝美的容颜之上却是带着一股难掩的怒火。你也感觉到了压力，虽然并非真正的仙，但这滴血所化之身也是尽仙的存在。小贼，即便真身难以降临下来，本仙一滴血也照样可以震杀你。随着一声娇喝随之响起，一抹仙光散发着毁天灭地之威，撞碎虚空向你杀来。你也早有准备，小塔和杀伐战矛一起轰出，同时触动之前获得的5枚符文一起迎击而上。在一声巨响之中，小塔被震飞，杀伐战矛差点被折断，好在成功抵挡下了这恐怖的一击。光芒散尽，绝美女子震退，她讶然地看了你一眼，明显有被震惊到。一个地境强者而已，实力竟如此强大，居然能挡下本仙的一击，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虽然并非真身降临，可即便是自己的一滴血所化，按理来说镇杀一名大帝应该不成问题。你很不一样，你所修之法很强大，再加上一些身外之物的辅助，已经初步具有了进仙的实力。而你却并不意外，灭活9世成为红尘仙，这种仙的实力太过超常，直接是媲美准仙王。如今你已经灭活了4世，拥有着进仙的实力，实在是正常不过。一滴血而已，还想镇杀掉本帝，简直异想天开。你率先发起了攻击，一身浩瀚之力爆发，携带2件半仙器就杀了过去。神秘女人单手朝着虚空一握，一把散发着恐怖之威的仙剑虚影凭空出现，一场大战就此爆发。2道身影皆是如神如魔，疑似真仙在厮杀。绝美女子仙威惊世，手中一把仙剑虚影格外的璀璨，闪烁着超然于世般的法则之光。只见你猛地将自身的力量催到极致，不留丝毫的余地，想要尽快将眼前女子斩杀。手中杀伐战矛开裂，甚至都崩碎出去不少碎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你和那滴血所化女子的身影在昆域废墟中不断闪现，从一个地方打到另一个地方，战场在不停变换，这也让隔空观望的8域地境强者们心惊肉跳，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下一刻战场是否会杀到他们地狱中去。杀！突然之间一声暴喝响彻开来，传震向8域之中。只见在那狼藉一片的战场上，一道正在厮杀的身影忽然爆发出来无尽神光。结束了吗？8域地境强者看到这一幕，但却不敢完全确定，因为这一战超乎了他们的想象。胜了吗？另一边玄阳等人同样是惊异不定，一双双眸光望穿虚空，想要看清最终结果。光芒散去，只见一道伟岸身影屹立于虚空，那滴鲜血所化的女子被你强势震碎，围观的大帝无不被你的恐怖实力所折服。于是8域大帝决定共尊你为天帝。此刻你望着昆域尽头的黑暗天渊，陷入了沉思。这里有传闻说只要打过去就能进入仙域，难道8域也并非埋骨仙路的尽头吗？难道那位真仙不在仙幕中，而是在天渊之中？不论如何，只有提升实力才能应对将来的强敌。你集齐8域天星后，再次进行了长达万年的闭关。出关后，你打算去不朽仙幕一探究竟，但在去之前，你要先把凝练的不死物质交给千岩道才放心。你原路返回，杀到埋骨仙路入口，抬手一击就令虚空破碎，走出仙路，回到浩然尘世。你也感受到了大地的道力镇压。果不其然，此时已有新帝崛起，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那徒弟。你直接沐浴神光扫视天地，顿寻一缕气息，看向了这一世的大地。只见太仓谷星上，一道看起来十分伟岸的身影，气势无比磅礴，一身地威更是浩瀚，遮天蔽日，远远望上去就能让人心生无限压力。只见你不由一笑，还真是我徒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也没有让我白培养一番。没做多想，你打算先回到昔日的道场，再召见徒弟。只见你心念一动，藏于虚空内的大地道场慢慢从黑暗的星空中显现出来，一座弥漫着一股浩瀚的气机的道场，瞬间就吸引来无数强者的目光。不死仙药通体仙光四射，皆有红彤彤的果实也随着道场
显露事件，举世震惊，所有能观测到仙药的强者纷纷流露出一抹狂热的眼神。大地道场现世一株不死仙药，这惊世骇俗的消息迅速席卷了各方心域。一名准帝直接出世，如神如魔的身影撞碎虚空，径直地冲向大地道场。其余暗中关注的强者也都再也把持不住，纷纷横空出世。然而，在一株不死仙药的巨大诱惑面前，这些人似乎都忘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个时代有着正道大地的镇压。在一声巨响之中，星空炸裂，恢宏浩大的地威震动无边星域，一道浑身散发浩瀚地威的伟岸身影踏空而下，目光冰冷扫视在场群雄。滚！此处乃我师尊道场，外人不可染指。一群大圣纷纷收起了那点小心思，立刻惊恐万分的逃一般遁走。最终现场只剩8名准帝，本来他们还想争取一丝机缘，没想到千言道抬手一招，一座大鼎瞬间砸了出去，散发着动荡十方的恐怖地威，虚空炸开，大鼎之威势不可挡，震动满天星辰。仅仅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出，一名准帝被杀了。大鼎击杀了一名准帝后，再一次撞碎虚空，径直砸向另一边。我不甘心！随着一声怒吼，又有一道身影倒下，形神俱灭。抬手之间震杀准帝，这等碾压之姿，也只有大帝才有。不是有传闻说他受了严重到无法逆转的创伤吗？为何依旧如此强势？此时千言道的鼎已经被准帝血染红，现场还有3名没有逃走的晚年准帝。千言道，你当真要做得这么绝吗？如今仙药出世，那上面皆有5颗仙果，难道就不能给我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千言道闻言，眼神却变得更冷了几分。我师尊道场中的一草一木，岂是你等能染指之物？千言道强势无匹，浑身杀意正浓，根本没打在师尊的眼中，成仙居然如此轻松。随后你又简单交代了一些事情，就再一次消失了。同一时刻消失不见的，还有那株小仙树上结出的5枚果实。这玩意虽然无法让你再活一世，但毕竟是仙药，关键时刻或许会有大用。当你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仙墓入口，随即一愣，因为这座不朽仙墓的木门竟然敞开着一条缝隙。看来这里有人来过，已经被捷足先登了。你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身材曼妙的8玉黑手。当你进去之后，只觉眼前一阵变幻，出现在了一片与世隔绝的浮空世界中。这似乎是一种秘境，外界的仙墓只是外表，而这里才是真正葬下真仙的地方。一眼望去，前方一座座鸟语花香、灵气氤氲的巨大仙岛漂浮，单开一界出来作为墓葬，这手笔真是大的惊人，不愧为一座仙墓。突然，你在其中一座浮空仙岛上竟然发现了一把仙兵，这是一把巨大的仙戟，浑身上下没有透露出来任何的气息。在你仔细观察之下，仙戟周围被布下了惊世大阵，弥漫出来的力量正终日里侵蚀自己，竟然是他的气息，还能这样谋划仙兵。你也决定要插上一脚，当下逐一将这惊世的大阵修改，并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力量。随后你快速来到下一座仙岛之上，里面成片的电雨林立，但诡异的是，居然有人影在内走动。哥哥，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吃的？一个小男孩可怜地看着你。此时你有一种莫名感油然而生，仿佛无形中抓住了什么东西，十分奇妙。随后你拿出一枚红彤彤的果实，放在那双脏兮兮的小手之上。小乞儿见要到一枚果实，小眼一亮，赶忙道谢又鞠躬：“大哥哥，你是好人，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神情错愕，但立刻就反应了过来，自己的无意之举恐怕有意外的收获。当你随着男孩来到一座仙岛后，突然有一种深入进仙域的错觉，这里仿佛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仙土，岛上仙道完善法则完美无缺，成仙之地。借助这里的力量，足以让你一念成仙。因为逆活4世，你早就有了成仙的资格，只是无法进入仙域，这才没能进一步。但你也并没有头脑一昏就选择原地突破，毕竟成为真仙固然机会难得，但真不如逆活9世的红尘仙强大。你发现这里也有8玉黑手残留的气息，有仙力至今在此荡漾，看来他并没有抵住巨大诱惑，选择了突破成仙。你并不留恋这座岛，但却可以利用这仙域环境修炼。经过万年的感悟，你所修之法已彻底超凡，成长为一种威力无穷的仙法。杀伐战矛和小塔也都晋级为仙器。毫不夸张地说，哪怕真有一名真仙杀来，现在的你也有把握将之斩杀。突然不朽仙墓发生惊变，肆虐的狂风从4面8方而来，你则目光一转，凝重无比地看向了最后一座岛屿。有什么
么大恐怖引发了这一切？正当你想去一探究竟时，大哥哥别过去，那边危险！你浑身一震，不可思议的回头看去，一道脏兮兮的小身影正焦急万分看着你，这太诡异了。喜儿消失后再现，明明只是一道过往留影，却有着自我意识。此时你远望仙岛，仿佛看到了一口长满铜锈的棺椁，棺椁下充斥着不祥的氛围，似乎镇压着某种大恐怖。你非常听劝，没有继续前往，此行也收获颇丰，暂时还是先回巴域看看情况。天地变幻，当你从那道木门中一步迈出后，一股恐怖气息从昆玉天渊中传出，察觉到一丝熟悉的气息与波动，你知道是那个女人回来了。随后你直接召唤杀伐战矛和小塔冲进天渊，你浑身都散发出来浩瀚气息，令天地战栗，令万道都要退避。巴域的强者观望到这一幕，皆是一脸的钦佩与感叹。一名真仙从天渊归来，而天地则顺流而下，他们会很快碰面，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终于，巴域强者都没有等太久，一道耀眼的亮光忽然在天渊内闪耀出来，他们只能模糊望见黑暗的天渊中有两道身影正向彼此快速冲撞而去，骇人的波动飞快地从天渊内席卷出来，瞬间就炸裂了一大片昆玉沸腾。天渊深处，一道无比曼妙的身影被你一击震退了出去，他的表情十分惊讶：“小贼，你居然成长得这么快！一个凡俗蝼蚁实力居然这么强横，难怪你敢动本仙的东西。”望着眼前的女子，你神色如常，只是嗤笑一声：“曾经的你也是一名凡俗强者，不过是机缘巧合下成仙罢了，有何资格高高在上藐视凡尘？”你知道他叫流光，生在古老巴域，活了何止100万年。蝼蚁始终是蝼蚁，你虽是一个意外，但也终究没有跳脱出去。今日本仙归来，要让你这小贼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天差地别，什么叫仙凡永隔。他一身的力量都在汹涌澎湃，他的气势更是磅礴到了极点，而你则抬起手中的仙矛，不仅没有丝毫退役，反而是斗志昂然，要与真仙打上一场。一念身化战仙，你浑身战力再次攀升一个档次，径直向流光杀了过去。这一战打得异常激烈，即便你手段尽出，也一时半会奈何不了流光。流光手段也是极其惊人，不时凝练法则与仙力轰碎了万古长空。流光成仙已久，屹立在仙道领域何止100万年，最为重要的是他处于全盛时期。当然，即便是面对上一位全盛时期的真仙，你也丝毫不弱。一番大战下来，你不仅没有败亡，甚至都不落下风，连流光都感到心惊。一介凡流怎能与真仙相抗？他感到很是不可思议，越打越震惊。难道本仙的路走错了？战斗中的流光不禁迷茫。当初他在不朽仙墓中发现那片仙土，直接就选择在那座岛上蜕变成仙。可现在一个还未成仙的凡俗强者，居然能与他这位真仙相对。吾乃真仙，煌煌仙威镇压万古，历万劫不朽，不死不灭，岂会被一介凡俗击败？在短暂的迷茫过后，流光凝练万道，天地万法仿佛汇聚一身，法天象地，仙威盖世。仙剑划过长空，绽放出璀璨仙芒，迸发出一股惊世骇俗的仙道之力。这时你也忍不住微微蹙眉，赶紧抽身抱腿。然而仙剑来得太快，转瞬间你的胸前就被贯穿，大片鲜血洒落天渊。战斗到此时，双方都开始负伤。这一战惊天动地，也足以载入史册。一方是巴域中万物生灵都敬仰的天地，而另一方则是巴域中唯一一位成仙的古老生灵。眼看流光越战越强，你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立刻动用了八字符印，颠覆乾坤，逆转阴阳。从巴域天心中获取的大道符文全面爆发，八字符印被你全面催动，你的眉心闪烁出炽盛无比的仙光，并迅速在领域内蔓延开。无耻小贼，这分明是本仙之物！流光美眸一沉，恨得咬牙切齿，可再怎么怨恨，此刻也不得不防。一股毛骨悚然的气息直冲云霄，径直向他笼罩下来。一瞬间，流光如遭雷劈，那满头的青丝顿时变成花白一片，就连那绽放仙光的机体也都生出来了一道道皱纹。弹指衰老，倾覆红颜，连真仙也难以抗拒这种被强行剥夺掉的岁月。不过流光早有准备，在变老的一瞬间立刻动用力量恢复年轻，实力不受任何影响。就在流光恢复的刹那间，你手持仙矛瞬间闪现近前，仙矛当场贯穿他的身体。只见一抹沾染鲜血的璀璨剑光一闪，浩瀚仙力涌现，残破的仙躯迅速恢复如初。你也不得不闪身出去，没能进一步崩灭掉流光的仙魂。流光愤怒到了极点，看向你的眼神布满了冰冷的杀意。用他的东西来对付他，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小贼受死！流光举剑杀来，虽然他没想过这一战会这么艰难，但斩杀你的心却从未变过。你浑然无惧，主动迎击了上去，手中仙矛荡开了流光劈来的仙剑，同时小塔压迫的后者不得不抽身抱退迎击。小贼，西本仙只有一把仙兵，若非如此，早已将你斩杀。此刻流光忽然拉开距离，美眸之中透着冷意，他似乎是想起什么，于是突然施法，一个散发着空间波动的法阵凭空出现。你见此一幕，先是微微一惊，随后神色间流露出来一抹古怪之色。看来你还有奇招。你似笑非笑地看了流光一眼，非但没有进行阻止，反而还一副戏谑之色，任由其催动了法阵。密密麻麻的阵纹以流光仙的身体为中心，迅速延伸出去，遮天蔽日般笼罩了大片虚空。下一刻阵法启动，可怕的力量涌现出来，空间都迅速扭曲。你的视线仿佛穿透时空，在流光的法阵中，可以模糊见到一座庞大的仙岛被映射了出来。你笑而不语。那座仙岛正是不朽仙墓中第一座浮空仙岛，而那座岛上有一把巨大仙兵。你看到仙岛震动起来，仙兵被那边的法阵之力强行从地面拔起。小贼，你太大意了，居然不阻止本仙！流光虽然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但此刻眼看着仙戟即将穿透空间映照来，多少是令他振奋。你死定了，这把仙戟超越你我认知，绝非寻常仙兵。然而此刻你的眼神却变得越发古怪，嘲笑般看向他，脸上也根本看不到任何一丝担忧，这反倒是让流光察觉到一丝不对，柳眉下意识就紧蹙起来。一声巨响传开，法阵上的空间崩碎开来，一截巨大的仙戟从中冒出了头来。你当初为了将这把仙兵随时从仙墓召到身边来，这才布置下了此等惊世骇俗的传送法阵。可惜了，那座仙墓我也去过，你就真的这么笃定这把仙兵已是你囊中之物了吗？流光闻言豁然一惊，下一刻猛然意识到什么，当即就果断掐灭法阵，不再召唤那把仙戟。现在想要阻止已经晚了，他立刻就挥动仙矛扑了过去，爆发出强大的力量，硬生生将流光给逼退。这把仙戟归我了。你伸手就抓住巨大仙戟的一角，然后
后用力向外一拔，刹那间空间当场破碎，仙戟被你强行拖拽了出来。流光怎么也想不到八字符印被夺走，现在连谋划多年的仙兵也成为对方之物，所有一切都徒作嫁衣。对方本来就已经足够强大，现在又加上一把绝世仙兵，这还怎么打？流光思绪一转，他并非不知进退的人，这时几乎想都没有多想，立刻就闪身遁向远空，想走。仙戟在手，正好试一试这把绝世仙兵的锋芒，以全身力量灌注手相中大戟，随后猛力劈向流光仙。然而这一击有点超乎了想象，只见无比耀眼的仙光突然从仙戟之上猛地爆发出来，随即一道恐怖的力量迅速贯穿而出，直接就击碎长空，洞穿了仙路的空间壁垒。一声惨叫声从前方传回，流光半边身子被仙戟击中，连仙魂都遭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他并没有直接陨落，危急时刻全力挣脱你的锁定，竭尽所能的闪避。可仙戟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恐怖，仅仅只是一缕逆散出来的力量便使其身受重创。不过这时你的注意力却没在流光身上，而是看向了那片被仙戟洞穿出来的空间壁垒之上。仙路大开，意外打通出来一条真正的通天之路。仙域，你不可思议地看了手中的仙戟一眼，怎么也没有想到威力会大到这种程度。仅仅一击需要3名红尘仙才能打穿的仙域，居然就这么轻易地被仙戟给轰开了。红尘仙等同于准仙王，这把仙戟一击竟然做到了3位准仙王合力才能办到的事，也就是说手中仙戟太过不凡，如果所料不错的话，极有可能是一把真正的仙王兵。此刻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向那片破碎的空间冲去，想要在空间快速修复之前进入仙域。然而你速度很快，但是仙戟却忽然震动了起来，有一股强大到令人心生绝望的意识在复苏。果不其然，仙戟发出一声嘶鸣，彻底复苏了过来。它通体崭新，散发出浩瀚无边的仙威，几间血量不断吞吐着恐怖的仙光。随后仙戟一颤，竟以一种快到无法想象的速度直接没入进了仙域中。此刻通往仙域的破碎空间早已愈合，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仿佛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突然在远处传来了动静，在通往仙域的空间还未完全愈合前，流光仙就已冲过去，可惜也没能赶上。这时候他同样懊恼不已，没有在原地驻留太久，立刻转身就跑。你自然是发现了他想要遁走的身影，冷笑一声之后立即就闪身追击上去。小贼，你夺本仙的八字符印，截胡本仙的绝世仙兵，你不得好死！一口一个小贼，东西确实是我夺了，可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八域之中虽然没有留下有关流光的信息，但你曾在没有惊动外人的前提下，动用一身之力追溯进岁月长河。你发现曾经的八域乃是一个广袤无限般的整体，根本就没什么前域、巽域等诸域的划分。后来一道曼妙的身影出现在那片古老的苍穹之上，并用手中的一把利剑分化出来八域天地，然后在各域中留下了一枚天星。八域不仅是一个大阵，还像是一个巨大熔炉。流光为了进入仙域，不惜牺牲天地众生。若是真的是成了，八域不复存在，所有生灵也都将全部死绝。仅此一点，你就不可能让流光活着。随着你的全力一击，流光那曼妙的身影被淹没，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这一刻，天地巨震，万道哀鸣，一名真仙陨落了。八域沸腾，惊呼声四起，天地再一次成功逆伐掉了上仙。当地境强者甚至是八域众生都在议论纷纷、惊讶连连之际，你已经从天渊之中闪身归来，威势之强盛，简直古今罕见。然而岁月悠悠，犹如转瞬即逝，自从斩仙归来已经过去了数万年。此时你满头白发，浑身长满皱纹的盘膝于天地宫内，天地垂老。这是八域生灵并不知晓，但那些地境强者却是有所察觉。天地老了，他步入了晚年，即将寿终陨落，怎么会这么快？难道是逆伐真仙的代价？地境强者们纷纷猜测，都将原因归根于那次逆仙之战。哪怕是玄阳和黎渊，这时都满心的疑惑，暗地里紧蹙眉头。天地已老，各域的地境强者都在关注，而人心思变，暗涌浮动，有些人已经忍不住想要跳出来了。天地实力冠绝古今，若能趁其晚年陷入虚弱时夺取他的道法，是否我也有机会成为下一代威压八域的天帝？跟了你几万年的小弟只是放个寒假就叛变了，他们都想趁你晚年虚弱夺你道法，以期成为下一个威压寰宇的天帝。可没有人知道，你可以无限逆活重生。就在刚刚，第一个投奔你的玄阳大帝带人逼宫，而以黎渊为首的一群大帝则誓死保护你。玄阳，亏你还是最先追随于天帝的老人，看来你不过是一个为了活命，平时毕恭毕敬但却心怀不轨的小人罢了。黎渊，既然你执意找死，那本帝就只好成全你。顿时在场诸帝都爆发出恐怖气势，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突然天地宫传来一道开门声，瞬间让在场所有人浑身一颤，目光全都集中在你从天地宫走出的苍老身影上。玄阳，本帝不知道你寒假得了什么机缘，竟让你有底气逼宫，不过本帝不在乎你们是否会背叛，因为本帝有足够实力扫清一切障碍。玄阳听后眼神冷冽，直接拿出一块仙骨向你攻击。在他看来，你如此衰老，肯定不具备逆伐真仙的力量。可没想到面对这道仙骨中的恐怖仙影，你只是轻轻抬手一个巴掌过去，仙骨当场就被泯灭。玄阳脸色骤变，他不明白为何你还能如此强悍。此时只见你身上光芒一闪，瞬间重回地境巅峰战力。这一幕对于他们而言实在太过诡异，眼中充斥着愕然与震撼。而黎渊等人则一个个流露出惊喜之色。天地不朽，天地万古长存。你也没有多言，直接抬手再次拍出一掌。刹那之间，恐怖滔天的力量爆发，形成一个遮天掌印威震而下，只一击所有反叛的大帝全都炸体而亡。在你抹杀了玄阳众人后，转头看向了黎渊等大帝。既然你们对我不离不弃，本帝自然也不会亏待你等。黎渊，你等跟我来，本帝将赐尔等一桩天大的造化。你直接将众人带去了仙墓里面那座仙岛。未来征战仙域，你需要大量具有战力的追随者，正好可以让众人在此地成仙提升战力。仙岛之上仙光闪耀，仙气充盈，仙道法则更是完善无缺，这是成仙之地。诸帝来到这里后全都神色一震，就连实力最强的黎渊同样也被惊得目瞪口呆。多谢天帝大人成全，众人无不感激你所赐予的惊世造化。你并没有在此驻留，虽然成仙诱惑极大，但这路不属于你，你要的是逆活9世成为红尘仙。而另一边，仙墓中的男孩突然现身向你求助，原来第9座仙岛镇压的黑暗恐怖即将破除封印，如果恐怖存在出来，那么凡尘大事都将被毁灭。男孩本体是一把早已残破不堪的仙剑，意
亿万载岁月一直镇守仙墓，以他如今的力量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封印了，因此需要你短暂的替代他维持阵法运转。南海本体则可以出去吸收灵气来恢复力量。随即棺椁上的神链发出响声，有璀璨无比的仙光爆射出来，仙剑从棺椁内冲出，直奔仙墓外补充能量。你则迅速调动其体内力量，注入进一条条困锁在棺上的神链中。棺椁下方的未知恐怖在这一刻全面暴动起来，这绝对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存在。而维持一条条神链封禁的力量实在太过庞大，哪怕是现在的你也只是维持一会，身体就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好在仙剑去得快，回来的也很快。就当你坚持不住的时候，一股无比磅礴的力量迅速注入进每一条神链。下方大恐怖这时意识到无力回天，也慢慢安静了下去。此时仙剑悬在空中微微的颤动，有3道剑光迅速钻入了你的体内。这3道剑气作为感谢，关键时刻能帮你斩3次敌。你不由好奇的内视一下，体内赫然有3道光，剑意通天，完全超越认知。只需要一个念头闪现，你能随时随地斩出惊天一剑。通过交谈得知，这次镇压也只是短暂的延长了封印的时间。为了以防万一，南海决定将仙墓葬入无尽的未知虚空。而面对这样的局面，你也只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第7仙岛，你可以带出这座仙墓，足够让你那些追随者们慢慢蜕变，最终羽化成仙。这一别或将永远，但也希望有朝一日你我还能再见。随后，你与南海分别重回到第7座仙岛。当你刚降落在这片仙土上，岛外的虚空突然一颤，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你立即释放力量，裹挟着浩大仙土，缓缓向那巨大的虚空裂缝移动过去。当这一整座仙岛完全穿过那条裂缝后，赫然来到了原本被毁灭的昆域。庞大的仙岛自高天上缓缓地飘过，无数生灵见了之后，皆是感到一阵惊骇。我仿佛看到了仙域的一角，那上面充斥着的天地法则超越了凡尘认知。仙土，这是一片超脱之地，成仙之地。一道道绽放光芒的身影冲出，纷纷想要登临仙岛，感受这惊世造化。然而快速赶来的强者瞬间僵硬在了原地。浩大的仙岛之上，你与朱棣并立，正淡淡地看着这些想要进来却又不敢轻举妄动的巴域强者。巴域强者有种进退两难之感，显得十分的尴尬。此岛却为仙土，蕴含有成仙之机，然而你们实力还不够。戴尔等成为大帝，在追随本帝，可来此修炼羽化成仙。诸多强者惊喜莫名，一个个的都将你的话谨记于心。若有朝一日他们之中真有人崛起成帝，必然会立刻前来追随你这位天帝。一切尘埃落定，诸位大帝随你继续在仙岛修炼。时光流逝，数千年之后，仙岛上突然传出了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不久后有消息传出，天帝麾下实力最强的黎渊大帝羽化成仙了。所有得到这消息的生灵尽皆震撼，正道长生终于不再止于传说。黎渊之名自此永远铭刻在巴域的天穹之下，必将响彻万古。天地宫的大门这时忽然打开，你正一脸欣赏地看着黎渊。朱棣和已经成仙的黎渊纷纷转过头来恭敬地看向你。只见你突然抬手一掏，从扭曲的虚空中拿出一把仙光四射的仙剑。剑吟声一响，一股可怕的黄黄仙威伴随着冲霄剑意，迅速笼罩住了四方天地。这把剑你们都见过，乃流光仙所铸的仙道杀气。自从它陨落后，此剑也就落入了我的手中。黎渊，你可是本帝麾下第一个成仙之人，亦是本帝最为得力的左膀右臂，本帝自然不能亏待你，所以此剑送你，安心收下吧。黎渊心生感动，在最初一阵欲言欲止的惊愕过后，将这恩情铭记，默默收下了这把剑。无数年光阴一闪而过，仙岛上先后爆发出多次璀璨仙光，自此巴域迎来了仙的纪元，而你则逆活七世再度超脱。突然，你心里面没来由的生出一股莫名悸动，你隐约听到无数令人心碎的呼喊，好像天地间有大事发生，众生皆在高呼天地之名。突然之间就生出这样奇妙的感觉，让你很是疑惑。此时你放眼凝望出去，巴域之中依旧是一片风平浪静，但下一刻你又好像想到了什么，这莫名的悸动来源于浩然尘世。浩然尘世中的生灵正口诵天地之名，举世向你求助。虚空一颤，来自于尘世的举世念力竟扭曲了一片虚空，想要将你拉回。你恍惚之间甚至看到一幅模糊画面，天地震动，气血玄黄，万道悲鸣。纷飞的血雨中，无数道苍凉的身影在一阵阵哭泣声中跪倒在地，苦苦的祈求。众生皆在呐喊，声音穿透了时空，不断高呼着你这位天地之名，举世叩拜，万灵祈祷，在不停呼唤着你，想要将你这个昔日荡平寰宇四方震古烁今的无敌天地召回。你已经可以肯定，浩然尘世之中发生了惊天变故。千言道呢，你心中微微一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浩然尘世中有他这个徒弟亲自坐镇，不应出现变故才对。尘世大变，众生千呼万唤，祈祷你回归平定祸乱。千言道怕是也出事了。想到此处，一股震天撼地的杀意迅速遮蔽天穹。黎渊召集众仙，随本帝出征。黑暗诡异，血洗天下，屠戮苍生。就连当世大帝也喋血星空，下落不明。众生最后的希望就是你这位无敌天帝。万灵叩拜，举世都在呼唤天地之名。在得知尘世大变后，你立刻率领众仙归来。同一时间，埋骨仙路尽头虚空炸裂。在迈入进尘世的那一瞬间，你便察觉到了天地间正在发生的事。无数地境强者浑身散发着诡异的不祥之气，正在一颗颗生命古星上收割众生精血。面对黑暗的地境强者，无数生灵悲痛，哭喊声此起彼伏。古老的大帝们是否还能复苏，继续为尘世一战？天帝大人难道真的已经消亡在岁月长河中了吗？星空中的地境强者听到天帝两个字，表情微变。那也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罢了，在我主面前，他再强也渺小如尘。献上尔等一身的精气与灵魂，与我主融为一体，是你们这些蝼蚁的宿命。随后，一枚血珠悬在生命古星上方，妖异血光瞬间就笼罩住了一整颗星辰。以天地为炉，以众生为食，我主必将复苏。这名诡异的地境强者抬手一挥，恐怖的力量猛然向一颗古星冲去。此星上的生灵全都面色苍白，眼中布满深深绝望，以为必死无疑。突然天地震颤，一道极炼的仙光突然划过星空，挡下了这恐怖异迹，并且余威不减分毫，当场从这名地境强者体内洞穿而过。一片地血飞溅出来，他也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凄厉惨叫，肉身就猛地炸开，形神俱灭。虚空洞开，一道道仙光闪耀，威慑天地八荒的身影冲出。为首之人正是尘世生灵口中祈求冥诵的传奇，曾
能谱写辉煌古史的无敌天地。李渊，你等立刻分散出去，解决那些现身在宇宙各地的敌人。随着你一声令下，身后众仙没有任何犹豫，迅速四散杀敌。生命谷星上逃过一劫的生灵转危为安，此刻全都喜极而泣。所有生灵都以为必死无疑，结果在危急时刻居然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有强者不甘的凝望天穹，看到了刚才发生的经过，一瞬间灭杀掉一尊地境强者，恐怕也只有古史之中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无敌存在了。天地回来了！不知是谁惊喜的大叫出来，一瞬间惊起千重巨浪，整颗生命谷星都沸腾了。所有生灵劫后余生喜极而泣，天地居然真的还活在世上，如今回应众生踏天归来，他将在乎一世人间。你感受着四面八方涌来的一股股磅礴念力，声震如雷，传袭四方。无忧，本地已归，6个字迅速传遍宇宙十方，安定天地苍生那颗不安的心。星空另一端，一名浑身诡异的大帝正要屠戮掉古星生灵时，突然一道极其刺眼的仙光闪耀，下一刻他的意识便猛然一黑，彻底陨落。8域的真仙强者大杀四方，所有黑暗大帝尽数被斩灭。当亲手杀了一名敌人后，你便意识到是哪里出了问题。跟我来。说完，你直接带领众仙出现在一片残破星空。当年西瑶女帝就是从这里进入了一处神秘空间，你抬手间仙矛刺出，恐怖的力量直接洞穿了这处空间的入口。刹那间天地变幻，所有人进入到了笼罩在黑暗之下的残破空间。突然一道散发诡异的身影破空而来，宛若一座大山一般挡在前路。从他浑身散发出的气息来看，绝对是一名实打实的不朽帝。你仔细打量了敌人后，眼底迅速闪过一抹失望。看来你也并非那些人口中所说的我主，依旧只是一个小喽啰。你个连仙都不是的蝼蚁，还敢大言不惭，找死！大胆！此时李渊手中一把仙剑发出嘶鸣，直接抬手斩了过去。恢宏无比的剑光惊艳了天地万道，猛然间迸发而出，并迅速划过长空。眼见不敌，黑暗存在当机立断，巨大的嘴巴一张，音传四方。上主还未复苏，这些真仙来此恐生变故，尔等还不出手？声音传开后，似乎有一尊尊古老而又强大的恐怖存在苏醒过来，虚空被震裂开来，一道道冰冷无比的身影从四面八方快速现身。一眼望去，竟足足有21位不朽以及近100名大地境敌人。正当气氛沉凝，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虚空忽然裂开一道口子，有3道身影从中冲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双方都为之侧目，纷纷凝望了过去。师尊，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千言道激动地冲了过来，而他身后的2人也立刻跟进，迅速来到你的身旁。其中一个正是西瑶女帝的徒弟青灵，他明显也是一名地境强者。而另一个英武不凡的男子，虽然你并不认识，但无论是面容还是气息来看，皆与千言道和青灵有些相似，来历不言而喻。你怪异地盯了千言道一眼，后者则是被看得有些尴尬。另一边的敌人有些诧异，这几人藏在了眼皮子底下，竟然都没发现。此时黑色诡异释放出来浩瀚之威，不过是又来3个蝼蚁，还翻不起什么大浪。然而他的话音才刚落，突然一股令其超乎想象的恐怖气息爆发。只见你手持仙矛，头顶仙塔，仿若大道的化身，威势滔天。突然仙矛光芒闪耀，瞬息而过，快到一种极速，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势如破竹的洞穿了那名不朽帝。大战即开，双方混战，黑暗诡异一方竟然落了下风。此时你眸光一转，发现青灵母子不知何时已被一群大地境敌人围住。你一掌猛击而下，顿时天崩地裂，所有大地境敌人全部在瞬间灰飞烟灭。青灵，这里对你2人来说太过危险，你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只见你一拳，空间直接崩碎，当下就要将青灵2人给送出去。可就在这时，青灵却急切地看着你，前辈，我师尊还活在世上，还请助我家师尊一臂之力。你微微一愣，不过并未感到太过意外。前辈，我师尊还活在世上，还请助我家师尊一臂之力。你微微一愣，不过并未感到太过意外。你们见过他了？青灵连忙点了一下头。当初您的道场崩碎，我等也差点身死，关键时候有一只手自虚空中探来将我们护住。回过神来，我3人已出现在这片诡异的空间之内，出手之人便是我师尊，他现身处这片诡异空间的尽头。不过情况很不妙。听到这里，你也算明白过来，原来是西瑶女帝出手救了3人。去吧，这里有我，尽头区域我会亲自去一趟。此时你凝望了一眼战况，发现势均力敌，于是就没打算再掺和进去，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你放下话来，转身就向诡异空间的尽头进发。前进路上，你看到一片光亮所在的方向，眼底不由闪过一抹讶然之色，那是西瑶女帝带来的悟道茶树，只是很久没人采摘，地上全是枯叶。跟我走吧，这片残破的天地空间没法让你的价值体现出来。你也不管悟道茶树同不同意，直接就将之连根拔起扔进了随身空间。等你抵达这片空间的天地尽头，一股股不祥的诡异之气不断迎面扑来，哪怕是你都不免有种毛骨悚然之感。这是真仙之上的气息，不论是准仙王还是一尊真正的不朽仙王，一旦全面复苏，那必是一场灾难。好在对方沉寂在黑暗内，虽然散发着恐怖之威，但并未真正复苏。此时前方出现了一道身影，似有无尽法则在其周身环绕，阻碍了一切外来探查。西瑶女帝，你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此时一眼望去，直接就确认了这道身影的身份。前方那道身影正是那位曾经强大无匹，震慑尘世天地数万年，有着显赫威名的西瑶女帝。西瑶果然没死，但也如我猜测那样，一切的祸乱之源皆来自于她。你眉头紧锁，很是不解，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人已成祸，不得不除，哪怕有往日情分，你也不可能手下留情。仙矛映照而出，你打算趁西瑶女帝沉寂时先下手为强。然而就在你打算全力轰杀时，曼妙的身影此刻单手撑着虚空而起，缓缓转过了身来。神霄，是你吗？西瑶女帝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你微微愣了一下，连同手上的动作也瞬间戛然而止。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本帝还能再见到你，看来你那逆活之法还真是大造化。可惜我和你不同，我能存活至今，却是他不让我死。你看不清他此刻的表情，但却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悲凉。神霄，我已无力再坚持下去，必须要在他彻底复苏之前将我斩杀。西瑶女帝这种状态属于难得清醒，你知道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可能就要再一次对上诡异状态下的他。你果断出手，当场就祭出了手中的仙矛，朝着西瑶女帝所在位置猛地轰杀过去。黑暗中的西瑶女帝没有反抗，她坦然赴死，仙矛穿透了西瑶的身体，满天血雨挥洒而下，黑暗大地血迹天
天下屠戮苍生。没想到祸乱源头竟是世人敬仰的西瑶女帝。你望着眼前满眼悲凉的西瑶，默念一句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手中的仙矛瞬间就穿透了西瑶的身体。可就在这屠神灭仙的一击之后，西瑶女帝的身体转瞬就恢复如初。在她肉身恢复的一瞬间，你看到了一块诡异骨头。西瑶察觉到你的注视，露出了一抹苦涩的神情。我曾误以为这是某个仙人的遗骨尝试炼化，没曾想里面竟然有一缕残魂要占据这具身体。不久后，一群不朽敌人出现，并奉这块骨为主。他们收集万灵血和众生魂来加快它的复苏。随着黑暗诡异越来越强，我也很难压制它了。突然，西瑶体内瞬间散发出黑暗磅礴之气，一拳就朝你轰击过去。反应过来的瞬间，你一念化战仙用仙矛硬抗，可还是被一击轰飞，全身开裂，甚至连仙矛都碎裂出道裂纹。快走，你打不过他！西瑶女帝闪现来一丝清明后，又迅速变得昏暗。当她再一次睁开眼之时，眸中充斥一股蔑视天地众生之象。天地悠悠，岁月如梭，纵使历经千劫万难，本王也依旧不朽。本王无敌天上地下，你确定要与我为敌吗？那淡漠的目光轻轻地看向你，骇人听闻的压力迅速落在你身上。仅仅只是一眼，那原本已恢复如初的肉身便再次开裂，一眼就让你遭到重创。这种力量简直是惊世骇俗。同一时间，一块块不知名的碎片在那大恐怖的身后浮现而出。本王无敌天上地下，臣服，奉我为主，可饶你不死。什么无敌于天上地下，什么万古不朽？那一战的你，还不是被打到沉寂无尽岁月，甚至沦落到依靠夺舍他人复苏？就这，你也敢自称无敌？本帝在，世上无人敢称尊，你找死！王不可辱！黑暗诡异震怒出手，就想将你镇压。你则率先一笑，事已至此，那就只好请你先挨上一剑了。黑暗诡异愣了一下，他显然想不通你究竟哪里来的这么大底气。可下一刻，这位感到莫名其妙的仙王脸色瞬间就大变。只见你已祭出一剑，准确的说，那仅仅只是一道剑气罢了，但却令其不朽的仙魂都在疯狂战栗，浑身上下更是生出一股空前巨大的危机感。一缕恐怖绝伦的剑光自你体内透体而出，仿佛连岁月长河都能斩断。仙王慌了，不可能，你身上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剑气？这缕剑气恐怖如斯，太过惊世骇俗，已经超出他承受范围。不，本王刚复苏，还有大好的未来，怎能在此陨落一只蝼蚁之手？黑暗西瑶神情大骇之下，立刻就撕开虚空，直接一头扎入，想要就此遁走。可惜这缕剑气异乎寻常，已经催动出来，又岂会让这尊仙王逃走？惊艳万古的恢宏一剑当场就斩在了那遁入虚空中的仙王身上。一声惨叫传出，一大片仙王血自虚空飘洒而出。那尊强势无匹的仙王在男孩的剑气之下当场陨落身亡。突然，仙塔自主飘了出来，迅速一闪而过，跟着冲入了那片破败的虚空。此时仙塔异常神异，每一层中都有一缕仿若大道凝聚的虚影，9道虚影仿似天成，每一道都凝练玄妙之力，蕴藏有不为人知的大秘。还真是看走了眼，原来你一直都在。你知道西瑶女帝未死，她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下场，事先就准备好了一条出路，而这9道虚影便是转机。不过若无外力相助的话，她想要复苏归来也并非一件容易事。只见你拿出几枚不死仙药果实，直接在手中熔炼开来。仙药化作为两股精纯的磅礴之力，一部分融入进西瑶的肉身，而另一部分则没入仙塔，在你引导之下被那9道虚影吸收。同时你留下一段信息打入西瑶眉心，只要她复苏过来，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做完这些，你就回到了初始之地。黎渊已经带领众仙将所有黑暗诡异清除，你们做得很好。这一战之后，无论是陈氏还是巴玉，自此都可得永世安宁。随后破败的星域中空间突然被贯穿，你带着千言道和黎渊等众仙回归到了陈氏天地。一瞬间功夫，寰宇四方一道道魔光隔空注视而来。如今天帝带领众仙去而复返，平安归来。不少陈氏中的强者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场灾难已然平定，各大星域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举世生灵无不感激，高呼天地之名。强敌已除，在无数陈氏强者的注视之下，你则带领众人回归巴域。站在埋骨仙路尽头，你转身看向后方的入口，沉思：陈氏那些正道成帝的生灵，不该仅限于一地，他们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与未来。众生奉我为天地，我为众生开前路，也算是我给他们一个跳脱出来的机会吧。只见你抬手冲着虚空一握，仙矛仿佛化作一道贯穿两界彼岸的金色桥梁，直接被你给插到了埋骨仙路上去。这将是一条路，一条真正的通天大道。只要是陈氏中正道成帝者的生灵，皆可破碎虚空抵达巴域。这我仙道随我攻入仙域。回到巴域后，浩大的仙岛悬浮于昆域上方，上面仙光四射，法道充盈。岁月变迁，时光如梭，数十万年后转瞬而过，无数陈氏破碎虚空而来的地境强者正道成仙。黎渊等老牌真仙带领一众后起之秀群仙闪耀，你和千言道都以逆火9世成为红尘仙，一举比肩准仙王。这一日，星空震荡，红尘仙的力量涌现，埋骨仙路一切阻碍被荡平，一道宏大神圣之声响彻四方寰宇，令所有生灵都为之一愣。时机已到，有志前往仙域者，可随本帝同往。一道道惊呼声四起，在天地间迅速传开。很快，陈氏生灵就意识到了发生何事，神情振奋，流露出一脸的惊喜之色。天地启程了，借道埋骨仙路大举出动，势必攻入仙域。消息一经传出，一个个强大生灵立刻动身冲向埋骨仙路，全都聚结了起来。你带着一众强者踏空而出，回到巴域地界，惊艳了寰宇四方。天帝归来了。天帝曾言归来之际便是攻天之时，看这情况果然是诚不欺我。昆域废土上，偌大的仙岛震动，一道道气势超然的仙影腾空而起，众仙都很激动，他们哪怕已经成仙了，甚至是长生不朽，也依旧对仙域无限向往。不管是尘世中的修仙者，还是巴域内的修士，自从踏入修仙之路以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羽化飞升，打入仙域。这一日注定载入史册，浮空仙岛启程了。一尊尊与世并存的真仙矗立于上，在天帝亲自带领下冲进天渊。天渊震动，偌大的仙岛横空而过，目标之大也根本就掩藏不住。前路轰鸣不止，一股不属于仙路的力量突然涌现出来，一块体积庞大的石像脸拦住去路，传来一股强横无比的气息。同一时间，巨脸上面矗立着一道道面无表情的人影，无论是长相还是身上透露出来的气息，居然都和众人一模一样。这种手段相当的惊人，恐怖的是每个人
人都访客了3个，连实力都是相差无几。前路受阻，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已是在所难免。你也不再多言，仙矛洞穿虚空，爆发骇人之威，径直的杀向了那张巨脸上的自己。千言道也在同一时间出手，一座大鼎出现，撞碎虚空，瞬间就震杀了对面几名假真仙。大战爆发，众人的对手都是假的自己，实力不相上下，打得难分难解。以1敌3，在场之人并非都如你那般强势无敌，这一战也注定会有很多人陨落。大战正热火朝天，然而这时远处虚空传来波动，有强大存在正在飞速接近。虚空震荡，仙塔撞碎虚空，先是出现在了2界强者的战场上，一片片仙灰当场迸发而出，径直将战场上一道道仿照身洞穿，给整个战局带来了转机。大量眼看着就要陨落的强大生灵，此时纷纷生还下来，不由感激涕零的投去了目光。西瑶女帝霸气降临，大有镇压世间一切敌的气势。面对恐怖石像，3位准仙王合力出手，克敌制胜。在一声声巨响中，巨大无比的石像脸彻底4分5裂。至此，前路上的所有阻碍全部都铲除干净。接下来要做的事也很简单，合力打穿前路，贯穿至仙域。仙岛继续往前驰行，不久后便抵达了仙路的最终尽头。随着众人靠近，前方混沌茫茫，似有所感一般，整个朦胧的区域都战力般巨震起来。打穿仙域，开辟前路就在今日了。你和千言道、西瑶女帝联手打出各自的强势一击，3道极尽的光合到了一起，毫无悬念，前路被开辟出来，接续了断层直达仙域。前路已现，诸君随本帝登天。仙路尽头洞开，仙岛横空进军仙域。可当仙岛缓缓进入仙域后，众人神色却变得错愕起来。这确实是仙域无疑，可为何如此的荒凉？